值此中秋佳节，我给你讲一个憋了10年的故事。说完这个故事，我就要结婚了。跟他认识是在高中啊，白月光那一块的呗，是这种故事类型吗？和很多人的青春故事类似，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周末他会接上我，骑着自行车在他熟悉的街巷慢慢的闲晃。选修课会跟我上1节课。你们高中就有选修课？又把我的嫉妒心给堵起来了哈。我们常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把耳机放在袖口，哎呀，这太有画面感了。一起听梁静茹，听周杰伦。高3那年我生病了，老师不让我去学校，只有他每节课都把笔记整理好送给我。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只是在他准备跟我表白的时候，我怂了。你梁静茹白听了呀，勇气是不是梁静茹唱的？你这怎么就怂了呢？这梁静茹听哪去了？我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循规蹈矩的小孩，怂得很流畅。我想等考上大学以后再处理，但我高估了青春期女孩处理情绪和事情的能力。因为一些误会，我们2个人都不愿意先低头。我们毕业后再也没有联系。后来我高考失利，去了国外，他去了我们之前约定的共同的学校。后来的后来，我有了我的爱情，成了点赞之交。我也看着他订婚、结婚、生小孩。哎呀，现在的我过得也不错，我懂得了怎么爱别人，还运气很好的遇见了一个爱我的人。我也明白了，有时候我们总以为很多事情都有以后，但是没有。最后希望能团圆的人们珍惜眼下，幸福团圆嘛。这还是有点不甘心呢。啊，这深深的憋了10年的故事，这爱真的需要勇气。你怎么还是这个放不下了呢？你从梁静茹跳到刘若英了，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勇气就能解决的事儿，你给我变后来了。后来，你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是2首歌的故事是吧？哎，行了，放下吧，赶紧啊，唱点歌得了啊，给我写信，唱唱歌，完事儿了啊，这别联系了啊，好好的过好各自安好吧。这干啥呀？这10年了，还在这放不下。对吧？还是有点放不下，放下，赶紧放下啊！快放下，快放下！但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帮帮我，我要疯了！我有个很喜欢的男生，喜欢了6年，也表白过，也没想着能成功，只想着让他知道我对他不是单纯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还是做朋友比较好。他只把我当朋友。后面我们出来散过步，吃过饭，看过电影，互送礼物，平时也会分享一些比较暧昧的话题。这次他暑假回来，我们约着看电影，很巧就约到了周6，也就是7夕。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他会手臂挨着我坐。然后快结束的时候，我说想让他拿着票根拍个照，他说啊，这也太暧昧了吧。然后我们想我跟他聊聊我们公司的八卦，他说他对不认识的人的八卦不感兴趣，但如果说是你明年结婚，那我可能会比较惊讶，比较感兴趣。啊，这什么话题？然后他说他在健身，我就伸手捏了捏他的小手臂，然后他一下就挣脱开了，一点犹豫都没有。我就搞不懂他这些表现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是就当我是纯普通朋友吗？比普通朋友还过分啊！你还不如普通朋友，你是一种消遣啊！我说难听一点啊，你是一种消遣。唉。
他觉得拍电影票暧昧，难道不觉得跟异性一起看电影也很暧昧吗？咋办呀？那你就别跟他一起看了啊！你是他的消遣，你不是他的朋友，想多了啊，姐妹儿。我说话就难听点了啊，希望你能听得懂啊，赶紧跑。你看这个姐们儿啊，心里特别，你读信的，有时候看这个人的用词就能知道这个人处于一个什么状态。这个女孩在描述他俩的这次约会的时候，一直在用然后。有的时候人说话的时候说话不连贯，就说然后特别爱用然后，其实是有时候是反映这个心理状态的。因为他不太能接受发生的那个事情，他在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只能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他理不清这里头的关系，他就只能在那然后，他理不清了，乱了，心乱了，就是这样的啊，理不清发生了啥事儿，这有啥理不清的？你把这些然后换一换，换成什么虽然啊，但是，然而，结果，居然啊，我给你换换啊。看电影的时候，他手臂挨着我坐。然而快结束的时候，我说想让他拿着票根拍个照，他说啊，这也太暧昧了吧，对吧？你换一换这种词儿，就别然后了。啊，然后后面因为他说他有在健身，我就伸手捏了捏他的小手臂，然后他一下子给挣脱开了，这不叫然后，你应该说我就捏了捏他的手臂，居然他一下子给挣脱开了，哎呦，你看你换换词儿你就知道发生了啥，是吧？对不对？也不是改，他这个语言特别暴露你的思考过程。你就是其实这事实已经发生了，这女孩自己也知道事实是啥，不愿意接受，就在那然后。欢迎大家啊！听到蛋总教大学生假备考，边笑边写下了这段话，寻求建议。啥呀？哦，我可能是之前的一个建议，我看看他说啥。但男朋友去年从事一项工作，因为我实在是太恋爱脑了，脑热之下就跟他报名了相同的工作，以为总会被那么多流程淘汰的，没想到我顺利进入了决赛圈。现在到了最后抉择时刻，是否该用自己的几年青春换外人眼中的风光体面？父母和我男朋友都强烈建议我去，但我其实并不想，可我又觉得事已至此嘛，也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自己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实在想不到，如果我都不选的话会怎么样？未来的人生会如何发展？每天深深焦虑。今天也是我23岁的生日，从小同学们听到我中秋节生日啊，这是以为是我中秋节念啊，中秋节生日的时候都会送我月饼当礼物。哎，这是跟上面那是说俩事儿是吗？这后续跟前面是不没关系啊。你进决赛圈了，你这啥呀？后续跟前面没关系，后续又开始说他是总是中秋节过生日会怎么样？哎呀，都行啊，都行啊。你现在23岁，23岁很难做错，因为做什么都是错的啊。23岁呢，你很难做错事，因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所以就随便吧。
真的。我觉得你这刚选择工作的时候，你怎么选都是错的，所以呢，怎么选也都是对的，无所谓。其实没那么大那什么，大家老觉得，尤其是这个大学刚毕业，觉得哎呦，哇，这可是我人生最关键的一年，最重要的抉择时刻。我这个刚毕业，如果我对这个人生的职业规划，我不给他给规划明白，我不选择错，我这不一步错步步错，我这一生不就麻了吗？你回忆回忆，你高考那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说我这个高考大学，如果我这个大学没选好，这个专业没选对，我这一步错步步错，我这一生不就完了吗？完了吗？怎么那么容易完呢？你的一生没有那么容易完，你的一生呢，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啊，没有那么容易完的。啊，所以这个别那么慌，就尤其是这个刚毕业选工作，你就想想，哎，反正怎么选都是错的，先选一个吧，管他呢，先干着。是吧？年轻的时候要试错的啊，要试错的。啊，他其实就是说自己本来有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因为恋爱脑一时头脑发热，又闯入了一个她男朋友的工作的那个很好的机会，其实都行，你去做这个工作也行，你按你原来的计划也行，都可以啊。你只要专心致志的做下去就行啊。别火，但我是一个刚进入社会、工作满1年的女生，我在大城市工作，感觉享受到了大城市便利的生活，同时远离了老家的指指点点的亲戚。我有一个男朋友，他在我工作的这1年里还在读书，是研究生最后1年。等到他要毕业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我所在的城市，而选择了他的家乡、省份的城市。他说，在自己省份嫁给人能帮到更多，他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等他站稳脚跟，我更方便过去。但是我说，凭什么你觉得我一定会过去？你不能来我喜欢的城市吗？他说他会努力的，我不相信。他甚至都不愿意笃定的骗我，他都没有骗我说一定会来找我。然后我就说，那你如果能放弃家乡的工作来这里陪我1年，我就能相信你是一个愿意为我们的关系让步的人。那如果你能证明你做得到，我也做得到。哎呀，你俩这么赌气吗？这啥意思啊？他还陪你1年，他做到了，然后你再去陪他1年，干啥呢？你个？我们只要在我喜欢的这个城市混不下去，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你家乡那边工作。他不同意，他不同意，他肯定不同意呀、你这。啊，然后我就说我不求大富大贵，我只需要陪伴。他说你这今年这么说，等过2年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他相信我一定会变的，感觉是2个故里在谈恋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小时代》？我不愿意放弃我现在的工作去找他，他也不愿意退让放弃家里的关系来找我，甚至他现在的工作也没有呀，我看他家里关系也没帮上忙呀。怎么办？我和他到底是2种人，还是说我们其实都是自私自利的一种人？我其实不是不愿意去他的城市，而是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的付出。就好像无论混得好与不好，他都在他的家乡，那是他自己的造化，他没有为我们的关系有任何的牺牲。类似于他没有经受住爱情的考验吧，他不能证明他很爱我，他只是为了自己事业着想，我觉得有点膈应。但我觉得考验人这种行为也很病态，但是我就是见不得他占便宜。现在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大家各过各的，以后再说，这挺好。我怕也见不得有什么以后。哎，对，不相信爱情，但是太相信爱情，可能物质上就不会丰盈。你怎么看待这种关系的处理？你们处理的挺好。
你们处理的非常好啊，处理的非常好，挺好的。两个人各自安好，各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非常好。中秋那个可以互相送一下礼啊。我真觉得很好，姐妹儿，你现在就是有一点点苦恼、痛苦，你不会后悔的啊，你不会后悔的，你好好的再工作1年，你就发现，哎，果然没有后悔，是吧？你现在有点难受，哎，过段时间你就不会难受了。不多卖点酒还行吧，这酒还不够多，朋友们啊，这啤的、白的、红的，居然还有粉的，还有黄的，还有甜的，还有酸的啊，很足够了吧，朋友？这酒还不够多啊，酒够多了吧？节前最后500瓶啊！这个柚子酒上次卖断货了，今天还有是吧？可能还有500瓶柚子酒啊。没有烈酒，我们一直在谈啊，我想找一些，就是再找啊，大家给我点时间，给点时间，再努力。没有气儿，注意看。哎，你这注意看，你也看不见。柚子酒啊，好吧。你回去可以兑点气泡水喝。哪个酒好喝？看个人需求，看个人需求啊。喜欢酸酸甜甜，就是我的那种啊，你就是我的这个。今天新上的这个就不错。我们这个蜜瓜荔枝风味桃红桑格瑞亚配制酒，只有10度啊，加点冰块喝。还可以往里放点水果，比如说把我们这梨买回去了，你把这梨切成块，冰一点，拿一个大杯子装这个酒和这个梨块，果肉冰块就可以喝。你说想纯净一点，不想喝那种甜口的水果味的，你就喝这个啊，绿酒，这就葡萄酒，有点青苹果的风味，但它是葡萄酒。买2瓶送个这个杯子。柚子酒6度。喝完微醺都醺啊！这几个喝完你都微醺，都醺啊，嘎嘎的，直接就醺了。要配螺蛳粉啊？配螺蛳粉，配螺蛳粉喝点啤酒吧。配螺蛳粉就别喝这葡萄酒了，喝点啤酒可以配螺蛳粉啊，解辣嘛。你冰一点的这个果皮配螺蛳粉是可以配的，就解辣嘛。你吃螺蛳粉吃辣了，喝一口就很爽了，是吧？还有5分钟啊，还有5分钟发券啊。但投稿与前夫哥的故事，虽然不怎么温馨美满，但还挺有趣离谱的。分手2月，我始终忘不了。没认识前夫以前，我是那种不敢跟男生对视的女生，没想到后来自己变成了这样。下面故事开始。我谈过2段恋爱，初恋5年，后来因为时间太久，男的可能不爱了，就和我分手。
简单介绍一下两位男主人公。初恋是纯纯的北京公子哥，性格唯唯诺诺，外面都是我替他出头 battle。前夫哥来北京打工，自己一个人住，感觉很有事业心，跟初恋完全不一样，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还能照顾我。初恋被分手，我直接无缝衔接前夫哥，嘎嘎吃饭，嘎嘎聊天，看电影。结果看电影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挺正常，感觉还挺真诚。结果看电影的时候，他就啃我，我看他也不像坏人，我就也没拒绝。后来送我回家，一直在小区里散步。第二天我们就谈恋爱了。前3天我们就把我跟初恋在一起半年才做的事情都做了。他说要娶我，我也信了。我们才在一起2周，就像情侣一样了。后来我发现他交友软件更新，我很生气。他说就是看看，没玩，自己也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瞎看看。我跟他怄气说分手，他直接说那就分手。好死不死，我初恋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谈恋爱了，开始联系我。于是我上午陪初恋，晚上和前夫哥约会。我跟朋友约去旅游，初恋死皮赖脸跟着去。我跟他讲了讲，他默认我选择了初恋，我俩就分开了。旅游回来我还是想他，求他和好，但是发什么他都不回，我就直接偷加，去了他家他也不说话，我让他把我删了。他说你在威胁我吗？然后特别不耐烦的把我删了。到饭点。给我订外卖，吃完就让我回家，说再也不要来了。我默默流泪也不理我。偷了他好几次家了，有次喝多了，偷他家，他说再不走就让警察把我带走。我就嘤，后来一生气跟他说我要把所有礼物都拿走，他说你赶紧滚。我每次偷完他家以后被他轰出来，我都会联系我的初恋，让初恋来陪我。少喝点酒吧。少喝点酒吧。你这种情况就别喝酒了啊。还有1分钟发券啊！我们那个汉尼牧场的大礼包做好了，大礼包里有经典的牛脆脆、奶脆脆、超干条，然后加了什么呢？加了这个沙果干，还加了1包蓝莓干，然后还加了1罐很离谱的霍根贝尔的空气，加了1罐霍根贝尔的草，来自我们的大礼包啊，汉尼牧场大礼包。来闻1罐霍根贝尔的空气吧，大家见过这个离谱的东西吗？它里头肯定是放草的，就有一点草的味儿。这我以前在很久以前那个串店也闻过，它就放草，它就有点草的味儿，或者也有可能放的是羊粪，就有点那个味儿。我们这个大礼包只有1000单啊，大礼包就是中秋给大家一个这个过节嘛，一个大礼包，里头就是超干，就是我们卖的好的奶脆脆、超干条、牛脆脆，这几个都有，然后还加有不是加赠啊，就都加进去了，有这个沙果干，还有蓝莓干，都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就是个好玩啊，这就是个好玩啊，1罐霍根贝尔的空气，还有1罐霍根贝尔的草，这一共就1000单啊。这是可以种吗？哦，真是可以种啊！打开拉环，取下草籽包，撒草籽，撒这个草籽，用下面这石头覆盖，放在阴凉
浇水完全浸透，然后放在通风阴凉处等待发芽。哦，可以种啊，这是个可以种的啊。行了，这可以种啊，就是一点草，后根贝尔的草。发芽时间是5到7天。挺幽默，这是个好玩啊，这是个好玩，这是个好玩的东西啊。主要还是吃的，扎扎实实的，还是我们牛脆脆啊，这个道具干条啊，还是说这都有啊。这玩意儿吃过吗？北方的朋友吃过吗？果干儿，你也不给我，你要今天我再撕不开你，我可。哎，一共1000单啊，一共1000单。不是说咱们这个朋友们做个包装，就是说，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包装不是说为了让人打开的吗？你要不然不为了让我打开，你干脆给它焊死呗。这包装咋回事呢？都。啊，不展示了，不展示了，都吃过，这是从小就吃这玩意儿。这大家从小都吃的东西啊，就不用展示，大家都知道，沙果干挺好吃。唉，好气呀！就这么看看得了，还挺大颗的啊，酸酸甜甜的啊，沙果干这玩意儿好吃，老好吃了这玩意儿。沙果是我们那儿一种，有的叫太平果啊，都听过吧？有的叫沙果，有的叫就不同的名字吧，反正晒成干儿，好吃。我们这个一共1000单，大家可以选购一下这个大礼包，这里头都有的。你是来我们这儿不知道买啥，你就直接把这大礼包拿走吧。就我们这儿畅销品，这几个畅销品都有，然后有好玩的那个一罐空气，还有真的可以长草的这个一罐草籽儿。然后呢，还有果干和蓝莓干，沙果干、蓝莓干，送礼物也行，自己吃也行。这梨卖的这么好吗？出个什么事情？牛脆脆不够吃，我们这儿也卖牛脆脆啊。梨便宜啊，谢谢。我们那个摊天虾干，你们收到不会有那个打不开的问题啊，就是我这个是个过渡版本的包装。我一会儿找剪刀去，我再读信。这偷家的这姐们儿少喝点酒吧啊！不知道该说啥，注意安全吧，别老偷人家的。咋能偷人家呢？分手就分手了啊，把自己日子过好。蛋总好，最近感觉很困惑。我跟老公是打游戏认识的，恋爱3年，结婚1年，有一个孩子。现在几个月呢？我俩是异地，他在南京工作，家在北京，我家在济南。他将来是一定要回家的，但我又不想离开家去北京生活，所以一直异地。还有一个孩子，感觉我只要不跟着他去北京生活，就只能离婚。孩子户口也在北京，肯定没办法跟着我。感觉很舍不得孩子，也有一点舍不得他，但是又实在接受不了离开家去北京生活，我该怎么办？
果干在那个大礼包里啊，果干在那个大礼包里。这里头有一个法律问题啊，我这没懂啊，你们有朋友懂吗？给我讲讲。就是孩子户口也在北京，所以就肯定没办法跟着我。咱们先不给他回答问题，咱们解答我一下这个法律疑惑好不好？就是孩子户口也在北京，他爸男方家里也是北京的，所以这个孩子就一定要去北京吗？就一定不能跟着这个妈妈吗？这我没懂啊，不是吧？啊？问问我的 AI 助手，不是吧？请问两个人要离婚了，男方是北京的，孩子户口也是北京的，那么离婚以后，孩子的抚养权一定是归男方吗？女方无法争取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说了不一定啊。哇，这好复杂呀！不满2周岁什么玩意儿？已满8周岁怎么回事？女方完全有可能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么孩子跟女方的话，需要放弃北京户口吗？我怀疑这个是真问题，对不对？我怀疑他是不想放弃这个户口。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离婚双方协议不成，可以由法院根据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来判决户口迁移。瞧瞧，是吧？就是孩子的户口不一定随抚养权归属，也就是说，孩子可以保留原有户口。这个 Kimi 告诉我的，也可以牵制另一方，对吧？然后两个人协议不成的，法院会根据最有利于孩子成长原则来判决。什么 AI Kimi，行吧？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女生给我写这个信最操心的，我感觉啊。我感觉他给我写这个信呢，其实他只是接受不了去北京离开家去北京生活，但是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有一个这个，我感觉啊，但是又想孩子跟着他，但是又希望孩子有这个北京户口。我猜啊，姐妹儿，如果你在听的话，这个 AI 已经帮我解答了，你这个法律上是没问题的。然后咱们看看你这个心理问题啊，我看看你这啥意思。肯定不愿意去北京，为啥呀？你要不，咱们这个 AI 解决了的问题呢，就是 AI 法律层面解决了，这个是需要人解决的。我能不能给你这个人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啊？你能不能就去北京跟他生活1个月试试，感受一下？这么排斥吗？关键这个姐们说是感觉很舍不得孩子，也有一点舍不得他，就是他也不是说那么决绝的要离婚。就这个去北京这么吓人吗？你去北京生活1个月不行吗？感受一下，这么可怕吗？你还是说济南太好了，就是这么离不开济南吗？你去感受一下，未必哈。对吧？有点，关键是你看他们前面特别潇洒，俩人相识、相遇、相知特别潇洒，打游戏认识，恋爱3年，直接结婚1年，俩人异地状态，咔直接要个孩子，前面夸潇洒，到最后了说，不行，你要回北京，我不去，这怎么了呢？怎么突然又保守了？
这打游戏认识的，这怎么最后或这么个落点呢？是吧？反正法规问题，刚那个是那个 AI 解答的，你也可以再查查这个姐们儿。我觉得法规上的不构成这个困难，只是说有这么恐怖吗？离开家还好吧，你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恋家，有可能，有可能。不想远嫁，有可能是有可能的，这都有可能。你试试嘛，拿出你的游戏精神来啊！关键是有点矛盾啊，这一方面这可以跟游戏里认识的朋友恋爱3年，结婚1年，生一个孩子；另一方面又不离不开家。北京也能打游戏啊，北京网速也挺快的啊。工作报变动，我听着不像那意思，听着不像那意思。蛋总，我这个事情绝对震惊3观。给大家吃一个学校的瓜，我在深圳某国际学校工作。哇，你这后面，哇，我再念这不他写的啊，不是跟我没关系啊，是这个人写的啊，我不知道啊，我这是这说的这么具体吗？一个以戏剧著称，但是学校被收购了的学校，然后这个学校真的经常发生一些很抓马的事情，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和 W 是好朋友，你这么勇吗？你确定你要写这么细吗？我真给你念了，你别那个啥啊，不好吧？我看看吧，这么勇猛吗？多吓人呢！我和 W 是好朋友，同事发展成的好友，认识1年，然后去年5月我们学校体育老师辞职，招聘了一个新老师 D。哇，他说话特别露骨，他直接就抱人家脸跟我说，这个老师是98年的，就靠一张嘴，天天在学校叫别人姐姐。后来我们仨玩到了一起。刚开始的时候，这男的有女朋友 ，W 也有一个谈了5年且同居的男朋友 ，W 就跟我说挺喜欢 D 的。哇，他后面还形容人家的外貌，这不好吧？别给你念了啊！反正就说挺喜欢的，就别给你念了。我就是你这么勇吗？深圳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我再给你念，你肯定被人发现是谁了。他还形容这个 D 长啥样？反正就是在一个学校啊，他以前一男一女吧，一个 W 一个 D，现在那个处到一起去了，互相喜欢啊。我当时以为开玩笑，毕竟他手上不只有一个5年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劈腿2年卖黄金的老板，还有很多鱼。你这么勇吗？后来放暑假前，D 约我们吃宵夜，说跟女朋友分手了，说早就没感情了。走到这一步是早晚的事儿。他前女友大他12岁，由此可以看出他就是很喜欢在职场认姐姐，别人是来上班的，他是来认亲戚的。你这对他偏见也是满满。然后暑假我就一个人去云南旅游，D 就和 W 打听我的飞机，然后就出现在了机场。
我才确定 D 是喜欢我。然后旅程的最后一天，他和我告白了，但是我没答应。回深圳以后，他又追了我一段时间，我才答应。我们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感觉 W 就有点躲着我。我当时工作忙，也没想太多。后来知道他也是真的喜欢 D， 那段时间在消化这段情绪。也就是那段时间，他在和别人说我抢她老公。W 在学校的人设是单身靠自己。在深圳，妈妈买个房，爸爸买个车，结果后来知道房子是她男朋友租的，车是她男朋友送的。后来我和 D 今年3月份分手了，我俩分开的确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两个人的问题，的确这个男的太幼稚了，情绪不稳定。重点是分手以后3天 ，D 就送 W 下班回家了，第5天就给他买了一支口红，拿外卖的时候被我撞见了。我们分手后10天，他们就在一起了。这个事情是5月份的时候 ，W 的男朋友来找我，我才知道。W 男朋友跟我说，感觉 W 出轨了。于是有一天早起跟着他来学校门口抓他，才发现出轨的是 D。出轨以后 ，W 就从她前男友家里搬出去了。当时身上没钱，还跟前男友借了5000，前男友给了8000。知道出轨还借钱，后来还了5000，还有3000没还。当时是5一假期 ，W 的姐姐来深圳玩 ，D 陪着他们珠海、澳门玩。行，这就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姐们来那个啥啊，来那个发泄她的愤怒的，是不是没听懂？没听懂啊？哎呀，很简单，就是这个姐们情绪太多了，她加了太多形容词。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写信的人是一个女生，啊，她还有一个女生朋友，是个李，他俩一直在一个学校工作，在这个牛翠翠学校工作，俩人在这个学校工作，好姐妹，嘎嘎好啊，好姐妹。特别亲密。来了个男的，以后呢，好姐妹就跟秋说，我喜欢他，我喜欢超干牛肉条。然后他说好吧，什么你不是有男朋友吗？他说我虽然有男朋友，但是我不是外面还养了很多鱼吗？还有卖黄金的，还有男朋友，我不在乎，我的房子也都是男朋友给我租的，也不是爸爸妈妈买的。好姐妹，你说这好姐妹把她的所有隐私都卖了。好姐妹，我就是喜欢她。然后这个来信的朋友呢，写信的朋友要去云南旅游，这哥们儿也特别勇。这个新来的这个男生特别勇，直接找这个好姐妹说：“你好，我听说那个椰子水啊要去云南旅游，他坐哪趟飞机？”我也不知道这黎咋想的，黎说：“他坐哪趟飞机？”这哥们儿直奔机场，深圳叫什么机场？宝安机场，直奔宝安机场啊，堵他。这姐们儿呢写信啊，隐藏很多细节。你来机场堵就堵呗，俩人就坐了一趟飞机一起去云南旅游的。这姐妹没讲。俩人去云南旅游了，一路上还说这个没答应，又答应又不答应，怎么答应？反正回到深圳以后，好上了，嘎嘎好啊！他俩现在是一对了。嘎嘎好以后呢，说离忧伤了是吧？离氧化了，开始忧伤。然后这个姐们就说：“哎，离怎么？哎呀，他是真的喜欢，原来他是真的喜欢啊！哎呀，怎么忧伤了？哎呀，没想到呀，这居然没想到，那能想不到吗？肯定想到的。”这个故事最后是怎么回事呢？他俩分手了，分了以后，这个姐妹的愤怒点就来了啊！愤怒点是什么呢？怎么分手没几天，3天什么玩意儿？他俩就开始往一起凑，给他送口红，什么上下学，俩人好了，他俩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他是怎么知道他俩好了的呢？李的前男友来了。离前男友来学校了，离前男友来学校说，
我们分手了，你听说了吗？我跟你好姐妹分手了。说啊，出个什么事？说我有一天早晨堵她，我来学校看这个梨，我发现她跟超干牛肉条在一起了，就这么点事儿。然后这还借了她8000块钱，她还了5000，给她气坏了，给这个来信的姐们气坏了。主要是气氛啊，主要是气氛。这个姐们儿给我写信呢，主要是这个发泄啊，泄愤啊，泄愤，气坏了，气坏了。她气坏了的表现是什么呢？她就把她这个好姐妹的所有的那个隐私，什么外面养很多鱼啊，在深圳也不是靠自己啊，也不是父母啊，都是靠男友啊，借人家拿人家8000块钱。还了5000，还有3000没还，就这么些事儿都给暴露出来了，就是气坏了，是吧？两个姐妹掰面了，气坏了，就是泄愤啊。怎么样？现在消气了吗？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的，消气了吗？朋友，消气了吧？气坏了，他马上他，我感觉他就恨不得把这俩人名字写出来了。他真的是，他里面有很多细节我就略过了，这个不太好，就太容易猜到是谁了，就直接就给人家把那个人物特征都开始说了，就是泄愤。我真跟你说了，你将来会后悔的啊！椰子水，别那么生气了。我跟你说了，你以后在这个学校你也麻烦，你也尴尬啊！别生气了啊！我就不给你念了，别那个暴露人家隐私不好。发脾气能理解啊，发脾气吧，别暴露人家隐私了啊！气坏了，就特别生气。他后面还写了一堆，不念了啊！哎呀，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得了。你不是跟人家分手了吗？都气成这样了。你跟超干牛肉条不是3月份分的手吗？你俩不是3月份分的手吗？分手以后3天，D 就送 W 下班回家。哎，只能说有瑕疵吧，但是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吧？你怎么气的把你这个姐们儿，你感觉恨不得把你这个姐们儿吊在城头是吧？别这样啊，别这样，不要有这么大的恨意，没啥。哎呀，就是个男的，干啥呀？是吧？就是一段友情，就是一段爱情，干啥呀？别这么大气性啊，不好，容易伤到自己。我真给你都念了，你肯定会后悔的啊。还是那么传统，不就是个男的吗？说白了不就一个男的，然后这不就是一个朋友吗？一个曾经的闺蜜，一个前男友，一个前闺蜜，咋个呀？气成这样，放过对方，放过自己啊，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干啥呀？没必要啊！你气成这样有啥用啊？没必要啊，没必要。但很开心能和大家讲讲我困惑许久的事情。每当我接触一个新的男生，还有5分钟画圈，开始进入亲密关系的暧昧阶段，我就心生恐惧，害怕这场关系中太快投入真心，失去主动权。你们总把谈恋爱当谈判呢？怎么这个谈恋爱像战争呢？怎么都会失去主动权？哇，不战而屈人之兵。
都玩上兵法，谈个恋爱看兵法合适吗？哎呀，最终当我忍无可忍问出那句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时候，迎接我的只有答非所问或是无尽的沉默。所以我用来疏解这种恐惧的方式是寻求新的聊天对象，分散我的注意力。每当手机响起，我就不会一味期待是他的消息，似乎这样就可以在和他的拉扯中多占一些上风，也能保护好自己。为啥好像占个上风呢？我试着反思，为什么我总会有这种用这种不甚忠诚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后来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处于一些畸形的男女关系中。按正常普通人的标准来说，从长相到身材，我应该算是8分。哎，这个给自己打分，我也是挺头晕的。其实我每次看到说自己几分几分，我也是头一晕。每次，所以我接触到的人真诚的，那满分啥样呢？朋友们，我经常看说我8分，那满分啥样呢？不知道，头特别晕。我每次看到这个打分，所以我接触到的人真诚的少之又少。男人夸你漂亮，夸你身材好，聊来聊去都会扯到那点事儿。最开始我还表现出讨厌和不喜，他们就会很诧异。说我身材好，穿衣打扮巴拉巴拉，认为我很开放，可以跟我聊这些。后来次数多了，我开始破罐破摔，不就是聊这些吗？于是我配合，甚至接过主动权，对男女的认知开始变得畸形。但我仍然渴望真正的爱情，所以碰到心仪的人，总会对他倾注很多期盼，希望可以谈一场开心健康的恋爱。但又因为碰到大多数都是上文那种，导致我无法相信他会是例外的那一个。所以我犹豫，我就采取极端的办法，毫无例外。至今我仍未碰到例外的人，仍陷在扭曲的泥潭里，天真的等待。哎，毫无例外，至今我仍未碰到例外的人，因为你不相信有例外，你不相信有奇迹呢，就见不到奇迹；你不相信正常，就见不到正常；你不相信有例外。我身边有很多爱情长跑走入婚姻殿堂的朋友，在朋友看来，我对婚姻不抱期待。对，你朋友是对的，看人很准啊。我看起来不像会结婚的人，但我清楚的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拥有健康的关系啊！你不相信有健康的关系，也不想明白为什么总遇到的人总是那样，为什么？我只想要一个爱人，怎么会这么难啊？遇到爱人是很难的。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跟你现在上文提到的所有人先不来往呢？对你提出一个较高的要求，可以吗？啊，是吧？是不是？发翘了，发翘了。姐们儿，你心里不相信，你心里不相信，你心里不相信，你心又比较细腻嘛，你就不停的验证自己对这个关系的预设啊，是吧？你说这些男的来了都是为了都会扯到那点事儿，哎，你看，果然是吧？完了就不停循环，不停循环，不停循环，没完没了，漩涡，走不出来。怎么结束？
戒酒怎么戒？戒酒怎么戒？朋友们，你们知道戒酒怎么戒吗？戒酒啊，戒酒是戒那些朋友。戒酒就是离开经常跟你喝酒那些人，一样的啊。你想戒掉这个，你想戒掉这种对这个男女关系错乱的认知，那你就离开你觉得让你错乱的这些人了。你能不能离开呢？是吧？该泡个面了，我去把水烧一下，把水烧一下，泡碗面吃，饿。哎呀，剪子忘拿了，一会儿吧，拿水的时候再拿吧。欢迎大家，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特产的那一盒大礼包啊，就是里头有牛脆脆、超干条、奶脆脆，就卖的好的这些都有。然后有一个很荒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空气，还有一盒没那么荒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可以回去种的。大家喜欢那个过节送礼物或者自己弄个大礼包，买个这个大礼包可以。沙果干好吃啊，还有蓝莓干。奶片你也可以分开买啊。奶片可以分开买。我们那个炖梨加赠同款一盒，共5份儿。哎，咋接？这么快烧好了？拿剪子啊！哎，大家帮我售卖一会儿牛脆脆。我去找个。我家这个东西我只能用离谱的形容，我这泡面碗都找不着，我只能拿这个普通碗泡。这个要泡煮的话好熟一点，泡的话得泡个6分钟，泡时间久一点，因为它是荞麦面。荞麦方便面坚决不用黑小麦冒充黑全麦啊！泡的话，盖子焖个6分钟，然后拌点自己的那个他送的那个牛肉酱，也是他们这个低卡。配料表就是荞麦粉、慢碳水啊，荞麦粉、黑全麦粉、饮用水、食用盐。
严格来说，泡好了还得把水倒了。6分钟，一会儿大家提醒我，还得把水倒了去，倒了再拌。剪刀拿来了，砂锅盖，你给我出来！刚刚是不是你打不开？是不是打不开你？还打不开？惊了！干什么呀？这个包装，不是我不想把它这个密封条弄坏呀。哎，终于，这个在大礼包里啊，在我们那个后面大礼包里，这玩意儿好吃。童年的味道，偏酸，我爱吃偏酸啊！你们怕酸可千万别买，这个是相当偏酸的偏酸。北方的朋友可能小时候吃过，相当偏酸的偏酸，特别好吃。哇，童年，哇，全回来了。哇，啊，想我妈了。哇，我特别爱吃这个，小时候就爱吃这个，偏酸啊，偏酸，怕酸就千万别买。虾干儿，是不是你刚才打不开你？给我过来！整个包装干什么？哎呦，整个包装你，啊，我惊了，朋友们，还有一道防线，啊，好了，继续，我这会有剪刀的，我不怕你，防你是防不住我的。这直接吃啊，虾干我都是直接吃。有的朋友回去拿微波炉打一下呢，蒸一下做菜都好吃啊，我都是觉得直接吃好吃。吃一个虾干，吃一个虾干，然后拌面。这虾头给这个特别香。有的人害怕不敢吃啊，哎，你买那个大闸蟹也一样，鳃抠了，吃这海鲜什么鳃都不能吃啊。肝儿好吃，虾干没谁了，特别特别香，也可以做菜，也可以煮汤，也可以随意。我都是直接吃。看这个色泽，给你全扒开，全扒开感受一下。看这个色泽，不行，奶片有啊。壳不吃吗？啊，我一般是不吃壳的。非常好养，韧的。
我都直接吃，我都直接吃。可以加热，听说加热更好吃，那我敢，我就直接吃，我觉得就挺香。再来一个。面好了吗？不会吧？6分钟吗？不会吧？这个荞麦面要多泡一会儿的。虾线，你自己看吧。我这刚扒开，应该也有吧，但没有那么黑，是不是？烤熟的，这不是煮熟的，这是烤熟的盐烤。它的配料表就是虾和食用盐，放了点盐提鲜，就是烤熟的啊。保质期呢，我这个平时放冷藏，我放个10天之内，我觉得随时吃都没问题。然后他自己推荐你放冷冻，反正放冷冻拿出来嘛，直接化一化就吃也可以。我觉得常温放个4、5天都没啥问题，它都干的，又是海鲜，又是咸的，但我们不敢保证，怕把你吃出问题来，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冷冻。啊，太香了！我去把这个水倒一下，然后拌面吃。我被水蒸气烫到腿了！哇，这个碗我拿不起来啊，这个碗好烫呀！这个碗我该怎么把它拿下来呢？哇，这个碗太烫了呀！去把那个水沥掉，然后拿那个酱拌一下。好。好，这么烫吗？我也弄不出来。我不会拿勺把它蒯出来吧？也可以拿勺把这个水蒯出来。有点水，太烫了，没法倒，拿不起来。一切都能对付啊，差不多得了。哎，就吃个意思，也不用那么讲究。都已经泡方便面了，还干啥呀？有点水。哇，好烫，这好多啊现在。然后呢，就配这个酱。哎，他说是鲜椒牛肉酱，但我吃就像小时候吃的蒜蓉辣椒酱，我觉得这个特别香。多拌点，因为这还烫啊。快乐，我的快乐，吃面是特别快乐的，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些发明这些荞麦面啊什么的，粗粮面，就又能吃碳水，又可以假装自己没有吃多少，是不是已经吃身上了？还没开始吃就吃身上了，太埋汰了。不够，这里头有汤，一拌就没了。
理论上是不应该有汤的，干拌就好了。但我实在没倒出去。美味，快乐。椰子水，哎，我拿个椰子水，这个时候必须喝一口冰的。奶片有没有？有啊，有奶片啊！哎，吃什么虾呀肉呀，都不如来碗面过瘾。哎，再来个虾垫垫。大号的，买大号就行。虾干太好吃了，超级好吃。沙果干能单卖吗？我回头跟阿蒙商量商量啊。今天是在大礼包里。我满足了。还是吃面好。它这个肯定不如白面，但是我就说嘛，你就骗自己，其实加点酱料就跟好像在吃真的方便面是一样的。它这个弄得很健康啊，它还是非油炸，它还都不是油炸的，它有点弄得太健康了。我觉得拿油炸一下没什么的，但它居然也是非油炸的。零脂啊，零脂低盐，搁了点盐。大礼包就是中秋期间吧，感谢大家啊，很香，很好吃。哎呀，这一顿炫有点晕呢。歇会儿，这一顿炫有点晕。但我结婚8年了，我结婚8年了。前些天有一个比我小5岁的未婚优质男生私信我，加我微信。我由于没有抑制住自己的喜欢，跟他秒回式聊天，聊了整整1天半。但是在我暴露了自己相对优渥的家庭条件和地位后，他就不怎么理我了。
由秒回变成了轮回。轮回是啥意思？现在分享视频他都不理我了，求方法啊？求什么方法？怎么追回来？啊？明明是他先撩我的，其实我也不想干嘛，我什么也不缺，他也什么也不缺，我单纯觉得他长相是我的菜，身材也不错，感觉那个体型应该体力也不错，我该怎么办呢？不教这些啊，不教这些啊，我们小卖部不教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这些我们教不了啊。姐们儿教不了啊，我给你问问 AI 吧，你给我投回稿，我给你问问 AI， 看看 AI 会不会道德上对你有什么批评。我道德上对你是没有任何评判的啊，我们小卖部道德上不指责别人。咱们来看看我的 AI 助手 Kimi 有没有一些道德上的发言。您好，我有一位朋友已婚8年，她是一位女生，最近呢有一个比她小5岁的男生跟她聊天，很帅，聊个2天嘛，得知这个女生已婚之后，这个男生就不再回复了。现在这个女生问我，她该怎么把这个男生追回来？因为觉得长得不错，身材不错，身体不错，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咱们静等一下啊。您好，婚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忠诚的基础上的。已婚人士与异性交往时应该保持适当的界限，这是对自己配偶的尊重，也是对婚姻的维护。如果您的朋友对他的婚姻感到不满或有其他问题，建议他首先与配偶进行坦诚的沟通，尝试解决婚姻中的问题。如果他对其他人产生了感情，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婚姻状况和行为的后果。追求外貌和身体吸引力可能只是短暂的冲动，而不是建立长期关系的良好基础。真正的关系建立在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和情感链接上。建议您的朋友深思熟虑，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决定。不是我说了，我念一下这个 Kimi 啊，我们这个 AI 助手。你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说话脾气这么大，我就是翻译一下他。你冷静点，你不要带情绪啊！我这朋友问问题，我就是不要道德上指责人家，我就回答好吗？Kimi， 我理解您的立场，您是希望给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提醒您的朋友，一定要考虑他的行为可能对他的婚姻关系和那位年轻男士的影响。好吧，我们不能说啊，我们啥也没说，反正我们这 AI 说的。Kimi 啊，我的 AI 助手 Kimi。这 AI 能处，AI 上链接，这 AI 免费的，你这都谁都能用啊，不用上链接，免费的 Kimi 啊，一搜就有。Kimi 好传统。Kimi 破防了，AI 太传统了。Kimi 有爹味儿。我问他，我觉得你的回答充满了爹味儿。我理解您可能觉得我的语气过于严肃了。我的目标是提供有帮助和负责任的建议。如果您的朋友正在寻找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建议，他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他啥都懂，他都能听懂。手机壳在啊，挂着呢。但我把瓜喂到 Crush 嘴边了，他还要当骗子，啥意思？和这个男生1月就认识了，那会儿微信都没加，就聊聊健身、骑车啥的，觉得这个副歌男生挺好。我们直到3月才第一次见面，后续相处也特别的快乐舒服。有一天他发了一张连名带姓的水印的企业微信截图过来。结果那个跟他告诉我的名字不一样，姓 W， 和他们老板就最后一个字不一样，微信转账都能看到最后一个字。我说这个不是你吧？男生说这是另一个同事发给他的。但那会儿我就有怀疑了，他应该是成都公司这边的负责人吧？如果是同事发他的，不明白这个领导说我们有个你不在的小群吗？同期他聊天的女生是我一朋友，真的是把读研的检索能力全用来在互联网上吃瓜了。他说他房子是摇号的，我点开了购房复核通过名单，根本没有看到他，倒是有他老板和另一个女性的名字。我顺着他们老板的微博发现了一张寻物启事，上面又留了 X 女士及其电话，点开支付宝转账一认证和购房通上买房的人名字对上。哇呀，小侦探！前段时间他承认了他名字是假的，还给我说不是空穴来风，取名是有根据的。目前我真的不清楚他和 W 先生 X 女士的关系。这位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房实际上是 W 先生和 X 女士的，家里的猫狗也都是他俩的。我多次试探问无果，他也没有继续话题。我就问他说你长得蛮像西北人的，因为 W 先生和 X 女士都是西安的。还有一次我发现了 X 女士视频号和一场公益课发的照片完全能对得上。这场公益课他也说是他妈妈叫他去的，我把 X 照片发给他，他说长得有点像。我现在好困惑，你这整啥呢？这是个电影吧？我现在好困惑，他口中的爸妈做的事情怎么都是 W 先生和 X 女士？他的房、他的车、他的猫、他的狗都是别人的呀，他这是偷来的人生吗？我怎么好像看过一个电影呢？奉俊昊，是不是有这么个电影啊？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打电话问 X 女士或 W， 你可你别调查了啊！你离得远点得了吧？你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吗？你别调查了，你干啥呢？保护好自己啊！就是认识了个男生，觉得不错，结果一查背景资料都是假的，都是另一个人的，就这么点事儿。姐们儿咔咔查人家。发券了，10点钟发券，感谢各位，大家点开这个红色的购物袋，朋友们看看新品啊，今天不少新品。当然你们买这个大闸蟹是蟹卡啊，就是因为这会儿的蟹还不好吃呢，阳澄湖都没开湖，你得等那个秋风起，11月份那蟹好吃。但这个卡呢，保质期是3年，你买了未来3年都能用，送一套那个吃蟹用的工具，虽然我从来也不用这个工具，我都是用嘴啃。那你觉得你可以用，反正都是送的啊。然后今天卖的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好像大家说是因为很便宜。刚刚有很多朋友，我就很好奇，我也就讲了一下这个梨，一直卖的很好。他们说因为很便宜，我也不太清楚，你们可以看看。问坛子酒的朋友，我们坛子酒这个换了一个啊，也是他们这个富海丰蜜瓜荔枝风味的桃红 Sangria 配制酒，甜甜酸酸的啊，10度，度数也不高，回去加点冰块喝，冰饮。很好喝，买2瓶送一个冰格啊，冰盒冰格。今天的新品给大家快速过一下。送那个中秋嘛，还有那个24节气的月饼。这个月饼就是单个比较小，压力没那么大，包装也比较简单，但是也挺好看，清新。
稍微我讲个5分钟品，咱们接着读信。哎呀，哎呀，比较好看，吃起来也没负担，而且你送礼嘛，24个总有一个好，总有一个他爱吃。月饼还有个猫山王榴莲的月饼，那个月饼就是100%的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馅儿，给冷冻化开了，化10分钟、20分钟有不同的口感，你可以自己回去化着吃。猫山王榴莲月饼，上面这个是手机支架不送的啊，这跟月饼这个跟月饼不是一套的，它只是稀上。还有那个炖梨，陈皮枇杷炖的那个酥梨。这个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会儿，到底是冰着吃还是热着吃？有的朋友说这个热着吃养生啊，我就是冰着吃，我觉得好吃，这看你们啊。可以点开这个头像加入一下群聊。还有啥新品？哦，猕猴桃汁儿。你这猕猴桃汁儿1瓶吧，约等于5个猕猴桃吧。来自陕西，我也是去年去陕西玩，我才知道陕西是一个巨大的猕猴桃，就是好像全世界都是排得上号的种植基地啊。好喝，它就配料表就猕猴桃仨字儿啊，跟我们的黑枸杞一样。比如我们一直卖那黑枸杞原浆啥的，也是配料表就是黑枸杞仨字儿。像我们卖的番茄也是配料表就是番茄啊，然后这个椰子水也一样，配料表就仨字儿番茄椰子水啊番茄。看看还有啥新品啊？还有个姜茶没找到样品，对不起啊，也挺好喝的。它只有甘蔗汁和生姜汁，你喜欢那种甜甜的姜汁？我们小时候爱吃那个醋、糖腌的姜丝，哎，就是你爱吃这种口味的东西，你可以喝一喝，我觉得很好喝。吃大闸蟹配一配也很般配。刚刚炫的那碗面啊，已经展示过了。爆央这个小王子的手工蛋卷，上次卖过。它就是一大盒，你回去吃嘛，你就是，据说是微波炉加热一下会爆浆，有爆浆的效果。还有这个闪来闪去的巧克力，这个就是很浓郁、很浓郁、噎嗓子的那种可可的含量，72%的可可含量，纯可可脂。给大家快速过一下，我们就接着奖品了，啊，不是接着奖品，接着读信了。还有个司康。这玩意儿肯定好吃是吧？我这是个蔓越莓的，我就不吃，我刚吃碗面，这就是长成这样，肯定好吃。这你拿到不是这样，这上面被我咬了一口。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叫销冠的分类看看啊。刚刚吃了半天的这个大虾干，买大号的就行了。我们的销冠牛脆脆，这就是牛脆脆，传说中的牛脆脆。这吃了一些，这不是一整罐。还有这个道具的牛肝条，大家随意购买一下，感谢支持。我觉得我准备接着读信了，感谢支持啊！补货的朋友买那个连咖啡补货赠品是一个大的袋子，牛脆脆没货了，没货了，牛脆脆怎么没货了？牛脆脆自然没货了，我的天哪！朋友们。朋友们，啊，牛脆脆为啥没货了？可以谈一下那个，谈一下那个羊肉吧。我们好久没谈那个买巴尔的羊肉，新疆那个羊肉也很好吃。中秋节嘛，你这个说送月饼什么的，加个月饼太多了，吃点肉吧，实实在在的。5斤装的羔羊肉，回去冷水下锅煮开，水沸了之后撇去浮沫，转小火，啊，煮不要超过40分钟，30多分钟的时候就很嫩，就很好吃了。啊，蘸点盐，蘸点什么酱都好吃啊！在家吃就是吃这个就行。牛脆脆那个我的同事们，我们这个思康也开始抽奖了。这个客户一到半夜就兴奋了。这思康现在是加赠1个，抽3个人加赠1份。中秋节吧，你们买月饼啥的费劲了，就可以在家煮点羊肉吃啊。好吧，
把我们的那个牛，可以做羊汤吗？太可以了，太可以了。但是它确实你这个有点浪费啊！你要是煮时间长，因为它是羔羊肉，很嫩的羊肉，你煮它时间长了有点浪费。你就羊汤你也是煮一下就赶紧吃啊，别煮太久。奶片是哪个？谈一下奶片，为啥说牛脆脆没了呢？我同事在紧急处理啊。看看啊。好的，牛脆脆孜然味现货卖光了，然后我们改成预售啊，改成预售。牛脆脆这个东西预售嘛，也还好，就尽可能还是会尽快给咱们发货的，毕竟跟阿蒙还是关系还是。预售嘛，一般我们5天内肯定也发了。不考虑出羊脆脆吗？再考虑啊，再考虑。这玩意儿接受度低，很多朋友觉得羊肉那个味道他受不了。其实好的羊肉是没有膻味的，像我卖这个羊肉是没有膻味。没有月饼吗？有啊，有啊，有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还有一个24节气月饼啊。看看虾干，好的。虾不虾？干不干？中秋喝的酒，中秋就喝黄酒了。中秋你要是在家过嘛，老少咸宜都能喝，度数还不高，不会喝的那什么了，还有点这个文化内涵。贪天公为己有啊，就是说这个酿造过程都是老天大自然的功劳，是吧？贪天公为己有，还有点文化内涵。你可以跟长辈喝点黄酒也可以，然后吃点这个虾干啊什么的，是吧？朋友们，大家那个新品你不知道是啥，你点开这个购物袋，你点开新品啊，它都有讲解回放，我都讲过。你点那个品上面有个讲解，你点一下，它有个回放，都可以，你可以看一下啊，都讲过了啊，谢谢啊，我就不一个一个过了，我准备读信了。感谢理解啊。葡萄酒有抽奖吗？西梅干巨好吃，但是不要超过4颗。对，对，悠着点，悠着点，悠着点啊！吃西梅干悠着点。我们这个西梅干你吃着悠着点。这个西梅干没有缺点，就是悠着点。一大包40来个，配料表也是只有西梅，大西梅，但是呢，就是成年人一天千万不要超过4个。超过4个会咋样？你看看，有人吃超过4个，你听听。好多新疆都不发货，对。它这个我们都顺丰，像虾干我们都是用顺丰，就它就有时候顺丰它不给弄，它就不弄了。减脂吃啥？我觉得你减脂吃牛肉干就可以了。你想快乐减脂吃牛肉干，你想那种特别有成就感的减脂，那你就吃蛋白棒。我们这儿也卖蛋白棒。就这玩意儿一吃，没运动都觉得自己瘦了。它因为饱腹感特别强，一顿吃个2根吧，就差不多。这梨卖的是好，这梨是真的很便宜是吗？这梨是真的，我都真没咋讲，我到现在都没有讲过它的什么特点、产地，我就这么举起来说了说。看一下大家都在买啥。鸭架啊，那风干鸭架、鸭锁骨还是卖的挺好。还是牛脆脆卖的好，难怪断货了。那个孜然味变成预售了啊，还是有的。
奶片也有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随意购买，随意购买。但我很喜欢谈恋爱，是因为喜欢有人陪我的感觉。这一个开头就注定是个悲剧，我后面都不用看，这开头就是个悲剧。我很喜欢谈恋爱，是因为喜欢有人陪我的感觉。不对啊，我喜欢你，是因为我需要你，还是说我需要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是因为我需要你，这一般都是悲剧啊。我需要你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个就比较健康。如果是从需要出发，就一般都是悲剧了。悲剧啊！我看看后面怎么说。我害怕孤独，但是谈了好几个都没有一个好结果。想问如何可以找到永远陪伴我的伴侣啊？找不到，找不到。刚毕业去工作，和运营经理谈恋爱，谈了1年多，也同时谈过一个客户。后来不和运营经理谈了，和公司的运营经理的领导、运营总监谈。就这么喜欢这个岗位吗？客户男朋友还没分手，后来客户男朋友分手了，和运营经理和好了，再后来运营总监和运营经理我都分手了，和广州分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在谈，同时珠海分公司负责人还对我有意思，想表白，想和我在一起，被我拒绝。目前现在在和运营总监还有一个最近认识5个月的客户谈恋爱，但是我都想分手，想问如何可以找到可以永远陪伴我的伴侣？你先从你们公司出来，你这不一定能找得到永远陪伴你的伴侣，但是你好像要找到永远陪伴你的同事了，你干啥呢？这真拿公司当家呢？人家说拿公司当家不是这个意思啊，姐妹儿，不是说我们说把公司当家，你不是说在公司成家，你干啥呢？这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啊，你这对运营岗位有什么特殊的滤镜吗？这怎么了？这个运营这么有魅力吗？这个运营？哎呀，哎呀呀，哎呀呀呀，啊，这咋？这运营也没运营明白，都让你给运营了。你运营了一个运营全是运营的群啊，全是运营的群，运营群，干啥呢？想问如何可以找到永远陪伴我的伴侣？出发点错了，出发点错了。我没想到你，虽然我知道你出发点错了，但我没想到你后面能走的这么乱。这一般出发点错了，也不至于说后面的路走的这么乱。这出发点一错，可以错成这样吗？凌波微步，这啥呀？这是运营捕手，运营捕手。我很喜欢谈恋爱，喜欢有人陪我的感觉，我害怕孤独。
姐妹儿，咱们聊聊啊。你这个中间这个一直运营这个事我就不说了。你谈这么多恋爱，你有时候还同时谈，你的孤独减轻了吗？我觉得肯定没有。你的孤独如果减轻了，你不至于同时谈，是吧？如果你跟一个运营谈的好好的，已经不那么孤独，你不至于又去谈个客户，又去谈个总监，总监完了又谈个经理。你这孤独，你解决孤独的方法错了，不是说身边有一个人陪你就不孤独了啊。你这个你就这么想问题的话，你身边人越多越孤独。看你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说想问怎么找到可以永远陪伴我的伴侣？没有啊，不要这么想问题。你非要这么想问题，你可以换一个问题。我觉得老想永远呢，你这日子过不好。你非要想永远，你可以换一个问题，你问问自己：我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永远陪伴别人的好伴侣？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啊。你一直找可以永远陪伴你的伴侣，你找不到，你就只能找到运营，是吧？我对运营没有恶意啊，我只是说他他的这个现实情况。别明天这个我这同事里也有好多运营，这一会儿给我发微信，就说运营怎么了？没运营没有怎么了，只是说他就特别爱跟运营谈恋爱啊。哎呀，好不好吃？你就说好不好吃？火啊，这是谁？拿剑扎我的心？谁呀、没看清啊？看到一个 K 开头，穿心一剑，没必要啊。痊愈了啊，别穿我了。K 米不是 K 米。绝育了？什么绝育了？痊愈了？什么呀？哎呀，哎呀，电脑已痊愈，哎呀，干啥呢你们？神经病啊！往哪看呢？痊愈，不认字儿呢。啊？痊愈，真头晕了。哎，这个姐们儿老想着别人来陪她，她对恋爱的这个认识也是错的，对吧？你喜欢一个人，你需要他是因为你喜欢他啊，你不能因为你需要他，所以你喜欢他，那你全完。我感觉你现在都是因为出于需要才喜欢他，你就是觉得孤独呗。今天需要一个这个，明天需要一个这个，好，觉得需要，其实需要的是啥？需要的是认清自己为啥这么孤独，这个东西怎么摆脱？靠外力比较难，靠外力比较难。
他老想这个怎么还能找可以永远陪伴我的伴侣？找不着的啊，姐们儿。可以永远陪伴你的伴侣是谁？姐们儿，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永远陪伴你是谁？是谁？你知道答案是吧？你知道是谁？你跟那个人要好好相处。你天天出去找，能行吗？你跟你自己相处的不好。7分钟发券了。但晚上好，我最近在跟我老公闹离婚，我们在一起9年，结婚5年，离婚原因是他出轨了。他说他对不起我，但是不想对不起他自己。他说他有错，错在没有早点告诉我，他早就不爱我了。我想，如果在电视剧里，我应该用红酒泼他，并给他一耳光吧？啊，没事，你泼这个绿酒也可以，红酒可能已经过时了，泼绿酒吧。我们这绿酒比较合适这种情境泼一下。绿酒呢，就是这种青苹果的那种感觉吧，9.5度，度数也不高。微甜，买2瓶，送一个杯子啊，拿这个泼，冰冰凉凉泼一下，还挺那什么的，衣服也好洗。后来他妈妈说，带着我们的生辰八字去找了个大师，大师说哪怕我们现在不离婚，2年以后女方也会有外遇，所以希望我们好聚好散。我了个豆，这个大师算不出他儿子出轨，但把我未来出轨给我算的板上钉钉。不过我也挺希望能应验的，希望真的告别这个渣男以后来个真命天子吧。这大师收钱了，这大师没有泄露天机啊，大师收钱了。现在的状况就是，他们家逼我签保密协议，估计怕我对外说他儿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和他家的恶心事儿。大家庭，难怪要拿红酒泼的，保密协议都整上了。大家族啊，家族啊，不是家啊，家族啊。家族，哎呦，看看这后面怎么个事儿。但是不给钱，就硬逼我保密。哎呀，还挺抠。家族，抠家族，不给钱硬逼我保密，这啥家族？这家那估计还是个家，装家族啊。如果我不签就不离婚，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啥时候，可能签不了也得签吧。坚持不了也得签吧，毕竟如果拖2年再把大师算出来的真爱给拖没了，我的确是想离婚之后发朋友圈的，但因为保密协议的限制，我也不知道咋发，就想问问蛋。前婆婆找大师算出我未来会出轨，老公先一步行动保我清白，你看看这个标题行不行？毕竟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应该不算损害他的名誉吧？蛋，你有啥好的建议吗？我想了想，给您投稿算不算没给他保密？但协议好歹我还没签呢。而且我是主动真诚发问的，也没说啥细节，希望渣男不要对号入座。小抠家族，哎，小抠家族，对。啊，2个人离婚，男方出轨在先，离婚可以要求女方出保密协议吗？要求女方签保密协议吗？并且男方说，如果女方不签保密协议就不离婚，这合法吗？这算威胁吗？法律题是吧？看看，在离婚案件中，要求一方签保密协议并不常见，但也不是非法的。然而，如果男方以不签保密协议就不离婚作为要挟，这可能构成一种威胁或强迫行为，这是不合法的。哈哈，怎么样，姐妹儿？没想到吧？又给你解决了啊！回去下个 Kimi 吧。不合法，他说不签保密协议就不离婚是违法的啊。怎么样？哎，咱就不用整这个什么心情了，咱就直接这不合法，弄他。你看他自己说了，说如果我不签就不离婚。Kimi 说了，这是违法的啊。
如果女方在离婚过程中遭受男方的威胁，他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报案；二、寻求法律援助；三、甚至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怎么样？专业，这个就叫专业，是吧？这个就叫专业呀。这里说的有理有据了啊。根据民法典，离婚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迫另一方放弃这一权利，对吧？他逼你不签保密协议就不能离婚，他就是影响你的这个离婚自由了。弄他！有这个 Kimi 说的对吗？咱们这儿有学法的朋友吗？有没有学法的朋友？这个 Kimi 说的是对的吗？我是问的这个 AI 哦，你们有学法的朋友吗？这是对的吗？对，不太对，对的，不错，部分对。我觉得这个说部分对的朋友肯定是比较严谨的。那只要部分对，我觉得咱就有机会。你可以再咨询律师，对吧？再找一个专业律师，先拿 Kimi 查一查，AI 就是助手嘛，AI 就是帮助你，你最后还是找一个专业律师，然后查一查，是吧？部分对就行，就不错了。好吧。然后我觉得呢，我刚刚说的是法律啊，我再给你说一个这个情感上，我觉得特别离谱的是啥呢？你怎么会被他威胁呢？你发现他出轨，你掌握了他们家需要保密的、不能被别人知道的恶心事儿，然后他拿这威胁你，姐们儿，你这不懂谈判呢，你也不通人情世故啊！我刚跟你说，咱们法律上已经站得住脚了，咱们接下来在人情世故上站住脚了。你把他出轨抓着了，你掌握了他们家一堆乱七八糟的恶心事儿，完了他们还威胁你，这不应该你威胁他们吗？哎，你不能威胁人啊！我没有这个教唆你威胁他们啊，我只是说你怎么能被他们威胁呢？你不要威胁他们啊，只是说他们不应该威胁你啊，你不应该是站在那个有理有据那一方吗？啊，你不是有理有据那一方吗？啊，对不对？发券了，发券了，傻啊！咱们讲法律哈，咱们也不威胁人家，但是咱们有理有据，你怎么能让他威胁呢？哎，你吃的羊肉啥链接？谈一下我经常吃那个羊肉，买半那个羊肉。你们是不是听着？其实我今天有点感冒，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感冒，还是就是咽炎，不太得劲儿，不是很愉快呀，不是很舒适，头晕俺的那个眼花呀。我们牛脆脆是这样啊，朋友们，我伟大的同事跟我讲了一下，我们的牛脆脆现货就剩原味还有1400件，香辣味还有400件，剩下就都是预售了。不过我们这个牛脆脆预售嘛也比较快，5天之内能发吗？我的同事们，帮我问问阿猛，5天之内可以吗？如果一会儿卖光了改预售的话。然后我们这个梨应该是卖的比较好，说加赠同款1箱，抽3个人加赠同款1箱，在已经购买的朋友里。可以的，5天内啊，我们牛脆脆，就算是预售也是5天内发货啊，大家还是可以买。感谢大家。我们柚子酒还有多少瓶？这个断货王今天还有多少瓶？可以把这个柚子酒给它卖光吧？本来就有500瓶，那个伟大的同事，你看看还有多少瓶？6度酸酸的，这个是每次卖都卖光。这今天估计还有500瓶吗？还有500瓶吗？不应该吧？你查查。
我一这种感冒发炎，我这耳朵那个鼓膜嘎嘎嘎嘎响，特别不得劲儿，感觉里头钻进去一个那个勘探队，哎呀，特别不舒服。蛋总，我男朋友不喜欢你啊，不喜欢，他喜欢你就行了啊，你男朋友没有必要喜欢我，喜欢你就可以了。我老公也不喜欢你啊，没事儿啊，喜欢你就行了。你上火了？我不是，我就发炎了，我都不是上火，我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七窍发炎啊。酒喝的还是有点多，少喝点酒，啥比啥也强。哎，戒一段时间酒吧，控制一下。主要是最近体检发现身体各项指标都没有什么问题，大肆庆祝了一番。平时就天天在庆祝，又庆祝了一番。这回好，终于出问题了，不太得劲了。这个酒就是甜甜的啊，甜甜的，加点冰块喝就行。好吧，感谢各位。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点开那个叫销冠的分类看看，肯定有新朋友。新朋友不知道买啥，你看看那个销冠，我们一直卖的好的，什么虾干，虾干应该就在我们小卖部，我没计算过，应该快7000份应该有了，也刚上的一个品。贪天，然后你吃它，喝个这个贪天黄酒很配。中秋节嘛，家庭聚餐可以买点这黄酒喝，不太容易出错，因为配中餐也能配。你买个葡萄酒吧，不容易配啊，当然买啤酒也行啊。家庭聚餐吃那种，一般中秋节嘛都是大鱼大肉，配啤酒啊，配点黄酒，有时候配葡萄酒压不住。加冰吗？加，我都是爱加冰喝的。当然，你这个酒你也可以加热喝，就传统那个喝法没问题，加姜丝都可以。我是喜欢加冰喝。这甜水嘛，啊，几度？10度吧，我记得10度啊。你们加给人喝嘛？你要是喜欢这种甜甜的口味，又不爱喝度数那么高，当然也适合了。虾干直接吃，我是直接吃的，你也可以蒸一下，也可以微波炉热一下，都行。我直接吃就觉得很香。绿酒甜吗？微甜啊，酸的干型的酒，干型的酒。2瓶送个杯子。柚子酒是酸的啊，桃子酒是甜的，柚子酒是酸的。蛋，性格像男孩子的一样的女生，真的没有男生能接受吗？跟前男友谈了9年，从高中到我工作，他还在读博。今年他出轨了，还形容自己像老头喜欢漂亮小姑娘一样。啊！我说我不漂亮吗？他说啊，那确实不好说。他说你确实不像个女孩子。确实，我身边除了他，其他的男性朋友都被我处成哥们儿了。可是我挺喜欢我这性格的，我又不矫情，有话直说不好嘛。但我确实不会撒娇。哎呀，问题来了，我其实也还没放下这段感情。一方面觉得自己这性格也不知道去哪儿谈新的恋爱，认识的新的男生上来就管我叫哥，是不是该改成哥哥呀？哈哈哈！你这个前男友不咋地呀、你这前男友。分手就分手吧，怎么还说风凉话呢？啊，别听他的啊！前男友干啥呢？
不妙啊！分手都分手了，怎么还撂下一句风凉话？讨人厌，讨人厌啊！不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啊！不要改变自己的性格，不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的性格，只有后悔，无尽的懊悔。该咋样还咋样吧，该遇着就能遇着，不能遇着改了你也遇不着，没用的。你自己喜欢你自己的性格不就好了吗？至少有一个人喜欢，对不对？这就不容易了。很多人连自己都不喜欢，很多人连自己都不喜欢，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喜欢他的人都没有，因为他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你至少还有一个人喜欢你，是不是？就挺好了，你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人了。人能喜欢自己挺难的，人能喜欢自己可不是说多容易了。人能这样喜欢自己的性格是吧？挺难的啊。人能自我欣赏，就在把握在那个度里，不自恋又不自卑。人就容易自恋，也容易自卑，哎，就很难自我欣赏，很难喜欢自己。要么就过了是吧？要么就不及，过犹不及是吧？不卑不亢很难的，要么就亢了，要么就卑了。就是自我欣赏、喜欢自己，特别特别难。你如果能做到喜欢自己，你已经超越很多很多很多人了啊！别改了，非常厉害了。那个男的就哎，算了，这是什么人？你好，蛋，我结婚快1年了。刚开始我感觉一切都挺好，但是男朋友经常说他感受不到我的爱意，他感觉过于独立，不需要他。他感觉我像个男的，他像个女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只是不擅长热烈的表达。而且我感觉2个人亲密无间，最后只会形同陌路。前几天我们吵架了，他睡着的时候，我偷看了他的手机，发现他结婚3个月就出轨了，是他的前女友。我查了一下时间。他一共找了他前女友2次，2次都是在我们大吵过后，后面就是隔几天断断续续聊天，都是那个女生主动。我提出了离婚，他跟我道歉，他说他是迷失自己了，还是很喜欢我。哎，结婚之前吧，我遇到这种情况肯定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居然动摇了，我想给他一次机会，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冷漠，间接导致了他的出轨。嘿嘿。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委屈才能求全，我想给他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他从前因后果开始说的时候，我居然感觉自己好像能判断到，分析出他当时的心理路程。最要命的就是发生这种事儿了，我居然还是相信他这个人，而且觉得关系成这样，我也有50%的责任。当然，最后情感战胜了理智。我跟他回家了，让他写了保证书。最近都是一起上下班，他回家以后也不再出去。但是我感觉他好像没有之前那般自在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愚蠢，我不该让他写保证书，没有意义。而且人只有自己舒服，别人才能舒服。当时家人的怂恿下，我脑子一热，让他写了保证书。现在看来，我当时多么的短视，我不该这样。如果真的想给对方一次机会，就不该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有时候也在想，和我这样无趣、无聊、懦弱、没有个性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大家都不会幸福？我该怎么办？反思怪啊，又一个反思怪物。哎呦，你看，朋友们，喜欢自己有多难？马上例子就来了，朋友们，喜欢自己有多难？你看刚那个姐们儿，虽然很伤心啊，是谈了9年恋爱分手，但是你就哪怕读她的文字，你都能感觉到那种人做人的自信，那种喜欢自己的人的那种，哪怕伤心难过，但他那种自信不会被击溃。你再看看这个，你再看看这种不喜欢自己的人，马上就崩溃了，一泻千里，是吧？说我是无趣、无聊、懦弱、没有个性。
泻千里呀，一泻千里。姐妈，头晕呢。离不离嘛？我估计你也不会听我的劝。我劝你离，哎，算了，劝不动。我劝你能不能，你能不能真的独立呢？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是太妙了。我男朋友经常说他感受不到我的爱意，他感觉我过于独立。你们听完这封信，你觉得这姐们儿独立吗？太不独立了，貌似独立了。啊？貌似独立，貌似独立，很不自信。你独立，你很自信，你看他手机干啥？你要不就真的独立自信一点。完了，最后责任50%，我也有50%的责任。你嘴上说着你感觉你有50%的责任，但我感觉你现在觉得责任全在你，对吗？我觉得你把你俩婚姻不顺利，你男朋友、你老公种种的这些所有的行为，你们俩的所有的关系的不好，你都归结为你自己。你嘴里说的是50%，但我觉得你觉得责任全在你。啊，无语。你不独立吗？你到底哪独立了？你是有自己的事业吧？应该，你好好上会儿班不行吗？啊，这一天天，你去独立一会儿。如果你问问你老公吧，哎，说老公，你感觉我过于独立？请问你是觉得我哪里独立？你老公说啊，我觉得你1、2、3这3个独立。然后你就说好嘞，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小纸条，他说你哪3方面独立，你就去干那3件事去。我看你的信啊，我脑海里一直出现一个圆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读你的信我啥感觉吗？这是你老公，这是你。其实你就是一直围着你老公转，你老公是在这转，然后你就这么转，跟着转啊，看着挺独立的是吧？我另外一根嘛，但不是，我就感觉你是围着你这个老公转的，你能不能这样？这叫独立啊，这叫独立。我感觉你就是个圆规，一直在转，貌似很独立，但是这个圆画多大，离多远多近，都是你老公调节的，调节还挺好。还说你独立，哪里独立了？哪里独立了？完全没看出来你独立啊！独立有用吗？哎，我不知道，我觉得独立可能近义词是自由吧。我觉得自由本身就是目的，我觉得独立本身就是目的。你跟我说独立有啥用？我也不知道独立有啥用。我觉得独立本身就是目的，我就要独立。
我要的就是自由。我为什么说问我独立有什么用？我管它有什么用呢？那有什么用？什么用？什么用？又有用啊？用干啥？换钱？能换钱？有用就是换钱呗，能换钱。那换钱你还独立吗？啊，独立，这话题又说远了。独立就不是说这个就得孤苦伶仃了，就是不交朋友了，也不谈恋爱了，那不是。你就可以想想这个圆规啊，你没事你可以想想圆规那个画面，这是独立，本身就很爽啊，就很快乐呀。为啥它还要有什么用呢？它不需要有啥用的呀。你们可以回忆回忆自己，你们可以回忆回忆自己第一次赚钱那个感觉，可能很多人都忘了。朋友们，你们可以回忆回忆自己人生第一次自食其力赚到第一笔钱，然后自己花自己赚的钱那个感觉，不爽吗？再也不用听你爸妈的了，就是再也不用听别人，就是不爽吗？就是不用再理会他们了。就我知道我靠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了，不爽吗？我怎么觉得很爽呢？赚到了依然听爸妈的话，爸妈的话该听还是要听，没那么绝对啊，只是说对吧？该听还是要听，只是说它不变成了你们的关系不一样，你独立了，对吧？他再跟你说话就变成建议了，不是命令了。建议听不听？那人家好的建议，爸爸妈妈的建议还不听？肯定要听，但他不用听他们的命令了，这要分得清啊。黄酒推荐哪个？看天啊，对吧？啊，在家上班继承家里生意，那是另一个话题了。这个痛苦的富二代朋友们是另一个话题。好在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这个痛苦，是吧？也就没有必要心疼他们了吧？没必要了吧？不会吧？不会要我在这里讲一讲？蛋，咱们读点别的，一会儿再情情爱爱啊。蛋，我是一名国内顶尖理工科院校的文科女，最近处在求职迷茫期，即便考上名校，我好像也是众多蚂蚁中的一员。身在理工科院校读文，常常觉得自己就业前景远不如身边的人光鲜，不会有让自己满意的薪水，也不会有自由有意义的选择。我现在在一所中学实习，时常想，
我一生就要这样过去吗？并不是说这份职业不好，只是我感受不到在这份职业中我对自己是满意的。身边诸多声音也都认为我的选择是高开低走，我也不认为我有如何的高开，可我也不甘心我的人生止步于此。别扭住了，就是个不甘心。不甘心这个词用的挺好。我发现我无论何时都很迫切的想要一份意义，具体而言，或许是能感受到自己在进步的意义。譬如我现在在实习，下班之后我很困，也不想读论文，一天过去我就感到空虚。过个3天，忽然觉得没意义，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套 GRE， 开始学单词。这么干的人很多。我忽然觉得学习一点东西，哪怕是学十几分钟骗自己，都变得平静。我知道每一门职业都是围城，不一定啊，但我似乎又真的找不到哪一种围城对我而言是能够感受到意义的。我至少不想待在一个会让我怀疑自身存在意义的围城。为何我看似凭借自己的努力抵达了一个大家认为还不错的地方，但是当我要步入社会，这个世界却并没有向我展开，我依然觉得面前的路如此的狭隘和局限。是我眼高手低？对，还是我视野局限？也是啊，没有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啊，你就没去选择啊，你活在想象里，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你活在别人对你的想象里，别人对你的期待里，别人对你的吹捧里，别人对你的要求里，一直都是个好学生啊！你没想过自己要什么啊？好吧，你都没有看过世界，你没有正眼看过世界，世界怎么在你面前展开呢？这个世界却并没有向我展开。对啊，你没有看过这个世界啊。你看的都是大家说你高开低走啊，大家说你啥呀？我看什么玩意儿？抵达了一个大家认为还不错的地方啊，对，就你爸爸妈妈呗，身边的人。怎么睁眼看这个世界？这话题太大了，这几乎就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我聊2句哲学啊，这个哲学嘛，大家一说这个聊吧，容易聊虚，但其实哲学是很有用的。我真的觉得，我反正觉得哲学对我帮助很大。那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认识世界嘛，就是怎么看世界，是吧？然后我觉得陈嘉映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只能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反过来说呢，你也只能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自己。这几乎就是那 the 哲学问题。我觉得陈嘉映老师说的特别好。这是你只能这样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啊。那我让这个姐妹说看看世界，她也没看过自己啊，她没有看过自己，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对自己的描述是：我是一名国内顶尖理工科院校的文科女，这是她对自己的描述。她没有告诉我她喜欢什么，她没有说她擅长什么，她没有说她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重要。她说她想获得一种意义感，她也没说她觉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不能怪她，这不能怪她，这是个普遍现象。我对这一块比较关注，就是这个受很好的教育的朋友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我还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这不是他的问题，这个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意义感，也不知道该干嘛，认识不了自己。这是现代人的。你们听我播客，其实我播客天天就聊这些，你这不太适合在这个小卖部聊。我播客基本上其实话题就是围绕着现代人怎么在这个现代生活中找到意义，没法一句两句说清楚，一句两句说清楚，那我还太厉害了，没那本事啊！这到现在都没人说得清楚的事儿，我能说清楚吗？
但是我在干嘛？我在说，哎，我在找，我也在找我自己人生的意义，我在行动。你们问我怎么看世界，我就是这么看世界，我就在认识自己。我擅长什么？语言，我就在用我擅长的东西，在我感兴趣的领域创造价值。你看这么多人催我更新播客，这不就有价值吗？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的意义啊。说难找也难找，说不难找也不难找。我觉得我人生就挺有意义的，我现在就找到了很多意义，真的。我在这个直播时候说过一次，我说人就是为别人而活的，可能我说的太绝对了，大家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人就是为别人而活的，你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你就有意义的感觉，就有那种有意义的感觉。那与此同时，不是说要忽略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基本它是个叠加。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事儿，你感兴趣的事儿，你擅长的事儿，如果你极其命好，运气奇好无比，天选之人，是吧？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事，你擅长的事和你感兴趣的事是一件事儿，天选之人是吧？大部分不是天选之人，大部分不是天选之人呢，那还是要在这自己工作中，如果不是天选之人啊，不是说这个又擅长又感兴趣又觉得有意义，恰好就做这件事儿，说啊，那我不是天选之人，我怎么办？也有办法，就是具体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朋友，刚刚这个朋友说我没有意义，感觉不到。我现在唯一能抓取到，他说的都是心理活动，我唯一能抓取到他说的一点现实的东西，他就是说他现在在一个中学实习。那么你怎么让你的生活有意义呢？你能不能看到一个中学生因为你变得开心起来呢？你能不能看到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学生因为你的教育，比如说你不是一个什么顶尖理科院校的文学生吗？文学女生吗？你能不能用你的亲身经历跟看到一个曾经的你跟人家说，哎，同学，你如果选这条路呢，老师跟你说我最后怎么样，你如果这样能帮到他，你是不是就有意义感了？说难，说简单，你就是这么简单，每天都能找到。说难嘛，说人生的意义，感觉一辈子都找不到，其实每天都能找到。你说了呢，你这可能很多朋友也不信，其实每天都能找到。你每天都去找，每天都去做，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做，哎，最后就走出来了，就好了。这就是看世界，这就是认识自己，啊，这就是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的活着，这就是认识自己，这就是认识世界。说的就是这么简单，就大白话，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玄奥，不是个武功秘籍，说给你咔咔打通任督二脉，你就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了，不是，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对不对？你说这个姐们儿在这想有啥用啊？每一门职业都是围城，哎呀，不是啊，不是。你看这姐们儿觉得空虚，买了一套 GRE 开始学单词。那你可以给你的这个，你不在中学实习吗？你给你的学生们讲讲，你背 GRE 的心得怎么能更快？这不就都是意义吗？你有了这个意义的感觉，我不是说你就从此留在中学，这就是你的终身职业了，不是。你先找到自己的心啊，你找到说，哦，原来我对别人是有价值的，哦，原来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那我喜欢什么呢？我考上这么好的大学是我想考的吗？我真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慢慢就找到了，你得一点一点的去找。你先把你的心复活一下，你这个心现在是死的状态，你的心现在是不跳的状态啊，你就先让它，先让它跳起来。
先通过帮助一点一滴的帮助别人，哎，感觉到哎跳起来了，哎就可以了。他现在心都是不跳的，他就是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啊，活在想象之中。不是，我没有批评这个人的意思啊，这很典型，我就多说一点。就这个姐们儿这种症状很典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我们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显然他的这个文笔不错是吧？总结的也挺好。我至少知道你有几个优点：第一，心思比较细腻啊，你可以把这些东西表达清楚；第二，学习能力很强，国内顶尖理工科也不是很好考是吧？你学习能力很强，学习能力强有什么好处？现在开始找到自己任何喜爱的新的领域，现在去学，你都比别人快。如果找到了自己真的想干的事，你去学，你就现在就去学，依然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这不还没毕业呢吗？在一所中学实习，大3、大4呗，从头学都来得及啊。关键是让这个心重新跳起来，感觉到活着是有意义的。雷司令还有吗？今天没有啊，这个转折也很生硬，喝点这个吧，3个瑞啊。所以我就说，在小卖部聊哲学吧，就是聊着聊着说，哎，发券了，容易显得不严肃，但其实无所谓。其实以前嘛，那个苏格拉底啥的，我没有说自比苏格拉底啊，我是说他们当时也就是在市场上聊，就是突然在市场上说这个卖鱼的那个打鱼回来了，突然就说，哎，你觉得美是什么？特别猛，苏格拉底跟人说话就是特别欠揍。你觉得美是什么？所以苏格拉底呢，身体特别好，他特别壮，一般人打不过他。孔子也特别壮，对，孔夫子也特别壮，身体倍儿好，力大无穷那种。好吧，我觉得我应该说明白了啊。这个话题很大，咱们呢，我也不能这么3言2语给你说明白。我就针对这个姐们这个问题呢，完全有救啊！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适了。如果你感到不适，就是开始有救了。你的心不舒服，这个人的心摆不平，人很妙的，你就别觉得自己学一套理论能给自己摆平，说爸爸妈妈说我就能照着做，你摆不平，你的心它自己不舒服，它就会动，乱动啊。乱动嘛，就容易出事儿。你还不如让他，哎，随着他那个流动嘛，是吧？不要让他乱动，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太来得及了，20出头，哎，不就20出头吗？大3、大4，21、22，大3、大4，国内顶尖理科院校，这学习能力，是吧？干点啥都来得及啊！先找到这种感觉。30多怎么办？来得及啊！任何时候意识到的都来得及。有一个人引用孔子的话，但我觉得他引用的不是孔子的话，我好像不是孔子的话，但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纠正我啊。说人其实有2次生命，第2次生命就是你意识到人只有1次生命的时候。这应该不是孔子说的吧？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对吧？对，人有2次生命，第2次生命就是你意识到哦，人原来只有1次生命的时候，你就拥有了第2次生命。
所以你说几岁来得及？都来得及啊！你突然觉得你突然活着浑浑噩噩，一直都是按照父母安排，稀里糊涂的，突然在36岁，突然觉得，哎，其实我人生只有一次生命啊，我应该按照我的想法过一生啊，你不就有个第二次生命了吗？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荣格说的吗？不知道啊，有可能啊，我也是刷着的。听着确实不像孔子会这么说话啊，这逻辑，人家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吧？没有这样的。好吧，接着读点信吧，扯远了，就说不能聊哲学，一聊哲学就聊远了，就。但我04年的女生，今年大3，有过大长2段实习经历，不开心，压力大。虽然我知道大家都一样不爱上班，但是我不喜欢上班，是因为我不能，不是因为不能吃苦，是因为我接受不了工作中的无意义感。普遍症状，跟刚才都普遍症状。我觉得我活着非常需要被看见，希望我的语言能影响到别人。我觉得每个人有他的使命，我隐隐约约觉得我的人生之路在于探索精神世界，做老师或者传播文化。反正我不喜欢上班，每天打工身心俱疲，完全没有上学开心。我平常也喜欢读书，爱学习，擅长考试，但是真的做学术呢又好像不太够。本科专业误打误撞学个新传，有点兴趣。读研也不知道去读什么专业。现在人人都告诉我应该尽早看清学历贬值的现状，多实习，毕业进大厂赚钱。我当然也爱钱，但是我又真的觉得人在自己不喜欢不舒适的领域是无法获得成长的，好困惑。Dream job 真的是个伪命题吗？啊，当然不是。但我20岁的时候也一样困惑吗？啊，我还没你幸运呢啊！我20岁的时候显然不如你，你这个是很幸福的困惑。我20岁的时候不是这种困惑，你是有大长2段实习，你这大3就大长2段实习，应该是工作任你挑了，这种感觉哈。我那会儿还是那啥呢？我那会儿就是哪钱多去哪儿。我20岁特简单，谁给的钱多就跟谁干，没有你这么幸福的困扰。我那会儿还没轮得到我想这个意义啥的呢，先赚钱是吧？混口饭吃，对不对？混口饭吃。猕猴桃汁加赠1箱，抽5个人。我认真回答你啊，你04年，今年大3，听起来我感觉你的人生自由度还是蛮高的。我其实我真的，你们看我小卖部直播，我真的很少劝人追求梦想，是吧？我很少劝人追求梦想，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背景，你可以追求梦想，追求个3年梦想吧，追求一下，感受一下。你可以追求一下，真的可以。04年大3。这是吧？这大厂实习肯定是学习能力非常强啊，善于考试。那这玩意儿就是差不多吧，脑子好用。
也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怕没意义。那追求3年梦想没啥。为什么很少劝人追求梦想？哎，下次读到了你就知道为啥很少劝人追求梦想。因为我觉得他想的挺清楚的，这个人，他知道自己要干啥，隐隐约约觉得人生之路在于探索精神世界啊，做老师或者传播文化，这个大方向是没错的。你这个将来探索精神世界，咱非要说这是个行业的话，应该也是个赚钱的行业。你没发现？你从我小卖部应该就发现，应该就不难发现，大部分现代人精神世界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嘛，应该发现了吧？所以，你做这个探索精神世界的工作，很有可能是一个就业前景很好的工作。我认真的，我认真的。所以我鼓励他追求梦想，我觉得他这些梦想能赚钱，能养活自己，能有意义，能帮助到别人啊！而且这个活还不太容易被 AI 取代啊！对，刚有人问我说这个容易被 AI 取代吗？这活还真不是太容易被 AI 取代。都可以，你看，有人说心理咨询师啊，有的人说做这个自媒体呀、有的人说做这个什么，是吧？都可以，你只要能给人付出价值，你觉得，朋友们，哎，你们看着我啊，朋友们，你这牛脆脆你在别处不能买吗？朋友们，你们为啥愿意帮助我？为啥愿意在我这儿买？这不是创造价值吗？就是创造价值啊！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哎，那你们这个精神是吧？探索精神世界能创造价值吗？能呀，就是显然肯定是有很多人觉得，无论是被我逗笑了也好，无论是真的感觉到了安慰也好，还是觉得好玩，还是觉得就是发泄，哎，他就觉得行，在我这儿在小卖部待一会儿，跟16000人一起嘻嘻哈哈的，就觉得情绪得到了舒缓嘛，对吧？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疗愈嘛。这不就创造价值了？创造价值了，那大家就觉得行吧？那我看那牛脆脆，我在哪儿买也是买，买你点儿也不也可以啊。这不就很感恩嘛？这不就是互相创造，这不就是这创造价值吗？帮助别人吗？我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为别人而活的。我这那我帮助那个不也谈不到帮助吧？就是跟大家一起嘻嘻哈哈的，那大家也觉得是吧？这个人有点价值，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就很简单，我觉得就是特别简单。这世界是，我觉得这世界还是相当好的。这很多朋友给我写信，我特别绝望。我觉得这世界还是相当好。你只要能给别人创造价值，其实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他真的还是会，你只要能给他一点价值，他都愿意也回给你一些报酬。对不对？感谢大家啊！开个风扇，对，给你们开个降温，怕你们激动。这一会儿聊哲学，一会儿聊情感的，这家伙这是聊上火了，不好了。你们这个手机后面给你们插了一个那个散热的。榴莲月饼，榴莲月饼就是冻着吃啊，化个10分钟吃，它里头就是榴莲馅儿。
我最近在2个工作里面纠结的不得了，选择1留在我现在的公司挣的蛮多的，和男朋友在一个公司不加班，相处时间多稳定。选择2跳槽涨薪40%，犹豫了，加班变多，和男朋友距离变远，通勤从20分钟变成1个小时，不稳定，可能得一直保持跳槽，一直卷。但是做的工作内容可能我更喜欢点，真的好纠结呀。渴望钱少事少，离家近。但确实做的东西我没那么喜欢，跳出去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真的享受新的工作，加班能不能受得了？咋办呢？哇，又是一个幸福的困难，幸福选择题，又是幸福选择题啊，太幸福了。感觉是选跳的多啊，看着选跳的多，也有选不跳的。是我也会选2的啊，是我也会选2，但你这是个幸福的烦恼，太幸福，太幸福，没事儿，你怎么选都是对的，怎么选也都是错的。你这2个选项选哪个都是错的，选哪个也都是对的，无所谓的。是我吧，我肯定选2，至少我错了，但是钱多。选哪个都是错的，你选2之后错了之后呢，你多个4%，一个月多赚40%的钱，就这么简单，都是错的，怎么选都是错的。但至少你多个40%的钱，就是这么简单。2不稳定，哎，朋友们，怎么会有稳定这种幻觉呢？1就稳定，我看底下有朋友说这个2不稳定，1就稳定，1只是他觉得稳定，明年还稳定吗？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哪有稳定啊？没有稳定的啊，你根本不知道明年啥样，你至少现在赚的这多出40%薪资是扎扎实实的，其他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工作明年岗位还有没有？明年突然通知你裁员了，你如何是好？你该如何应对啊？突然明年把你裁了，你咋办呢？我就说的比较实在一点，其实你选哪个都行，1也行，也不是吓唬你，选1也可以啊，没关系啊，没关系。为啥选2个都是错的？为啥？因为他纠结，他选个1想2，选个2想1，所以我说他选哪个都是错的。我为啥说他选2个都是错的？他选1他就想2，说哎呦，我应该选那个，多赚40%的钱。选个2他就哎累死了，我当时就应该在那个做那个原来的工作，跟男朋友好好的，轻轻松松的。他就是纠结的人，咋选都是错的，咋都不得劲儿，就这性格。他是那个踏踏实实、安安稳稳，不往旁边看，活在当下的人，他就问不出这种问题了。他问得出这种问题了，就是这纠结的人，怎么着都不对，没办法，没辙。这是个性格问题，很难改的，这需要时间。很难改，劝不了，需要时间，劝不了，就得自己经历的够多了，是吧？经历到有一天突然反应过，其实怎么选都是对的，有这么一个恍然大悟，他也不会至于来问我了。怎么选都是错的，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怎么选都是对的啊，
这看你自己的心态，你的心能扭转过来，怎么选都行。但我最近感觉自己活得很失败。卡扣王啊，谢谢卡扣王。有时候想着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这样我活得体面还是卑微都是自由的。你咋了？你在什么地方？我去年刚毕业，去了我亲戚家的单位上班啊，人在屋檐下是吧？是人在屋檐下，这典型的人在屋檐下。赶紧走吧啊，后面都不想看，赶紧走。唉。对，跟我判断的差不多。时常受着同事和白眼老板的嫌弃，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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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是我阿姨，她会和我外婆经常说我在公司如何如何不好。现在我感觉除了我父母，没人能理解我的难处。但我父母觉得现在工作很难找，让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我该辞职了。该辞职吗？你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你还问我该辞职吗？那就还没到极限啊！你接着上班吧，你就喜欢受这个气，喜欢这个人在屋檐下低头的感觉，那你就再低一低，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你就有答案了。你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还问我该辞职吗？还没到极限啊！你的极限超乎你的想象，你还能突破极限。还是能忍，还是能忍啊！还是能忍，朋友，好，尊重自己的心，心都到极限了啊！哪怕回家，你就在家纯备考不行吗？你这不也在备考吗？你也不是说放弃人生了，你这不还积极备考了吗？你就回家备考去呗，别工作了。最后你说你要是再没考上，怪谁呢？你是不是又回头怪自己当时没有辞职？赶紧辞职吧啊！怎么投稿啊？这就可以投稿啊！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5分钟4分钟以后发券啊！请问喜欢当超市收银员正常吗？正常。家里人一直想让我做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我呢不是很喜欢，觉得很累。之前因为没有工作，去超市做个收银员，我发现我好喜欢这份工作，很简单，不用跟别人复杂的社交和勾心斗角，而且呢每天都在做简单的算术，不会老年痴呆。但是呢这个工作没有五险一金什么的，一直做一个收银员肯定会挣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自己舒服就行了。周围人表示不理解，说我经历太少，不够了解现在工作有多难找，未来一定会后悔。想问问蛋总的建议，我支持你。这是今天这些工作困扰里我读到最开心，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啊！有钱难买我乐意，大家从小都听这句话，长大了就忘了。你看看前面那些纠结的，一个说这个什么，哎，一份工作稳定，
但是成长这份工作不是很喜欢，一份工作涨薪40%，但是好累，这2份工作我选哪个？一个就是说人生找不到有意义的职业，我是一个顶尖理科学院的文科女生，我应该做什么工作？你看这个多幸福，这就是幸福，就是你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你就真的是击败全球99%的人。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还能轻松的干上自己喜欢的这个事儿，我100%支持你当超市收银员，太快乐了，这就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就这么简单。你说幸福很难吗？没多难啊。你说难吗？你这个心扭不过来。他这封信完全有另一个写法，同样一封信有另一个写法说，但我很喜欢在超市当收银员，但是我的家里人一直想给我安排这个工作，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也都不理解我，我很痛苦，我也很尊重我的爸爸妈妈，我从小他们给我花了很多钱让我读大学，但我现在很喜欢超市收银，我觉得我不能做，我要不要先去大厂卷几年什么之类的，是吧？这个人没这么写，这个人其实心里挺坚定的，非常快乐，很幸福。幸福的人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人家就幸福的当一个超市收银员，多幸福，非常幸福，是吧？羡慕。非常支持。还有1分钟发券啊！还有1分钟发券，鸭架真好吃，停不下来啊！我们这鸭架还有，推荐这个椒盐原味的，保质期比较短啊，大家买回去就抓紧吃，保质期就7天。你看这个包装，是不是这种质朴的感觉？感觉就好吃，对不对？发券了，大家来补货连咖啡的，我们的连咖啡现在送的是帆布袋啊，不是那个杯子了。帆布袋我没找着，但是可以给你们看一眼图片，老大了，贼大。不害怕大的袋子可以选择啊，害怕这个大袋子就算了。连咖啡送的是这么大的袋子。然后我们这个酒送的冰盒是这样的，这个酒呢，你买2瓶送一个这样的冰盒和冰格，冰盒、冰格啊，2瓶。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支持。牛脆脆现在可能都卖光了，是预售了。不过预售嘛，也就5天也就发货了，5天内也就发货了。但还是可以买牛脆脆啊、炒肝条啊，我们这些经典的销冠产品。今天的新品里卖的最好的是这个梨，这个梨卖了1000多件，我真是没咋讲，为什么？可能是好像说是便宜啊，我看刚刚刷弹幕说是便宜。啊，我们有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蟹卡就是到时候自己去兑换，那里头都有写，比较简单，送礼也可以，送礼让他去兑换，就什么季节哪天他想吃了，人方便收货。这大闸蟹是活的，到了之后得放那个冰箱冷藏，喷点水能活几天，活个1到3天，轻轻松松。所以你自己吃嘛，送礼嘛，送个卡，比较不容易出问题。这柚子酒应该没了吧？柚子酒还有几瓶啊？那个今天一共是500瓶了，我看这现在已经是400多瓶，不知道还有几瓶啊？虾干还是卖的很好啊，虾干是1000，今天卖了1000单，感谢各位。这个就直接吃就行，有的朋友喜欢蒸一下、微波一下、煮个汤什么的，是你们自己厨艺的问题，我都是直接吃。
扒开就吃了。奶脆片啊，1000件，都是老演员呢。有没有新面孔啊？也有。居酒老板推荐的这个绿酒，2瓶送个杯子，9.5度，很好入口。杯子是这样，质量也很好。给大家过一过，过一过可以回去读点情情爱爱了。哎呦，这个蝉来了，这个回归我都没讲，卖的挺好。那个巧克力脆的那个，确实很多朋友在补货，这好多我都根本就没讲。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大家。嘎巴巴给人聊上哲学了，嘎嘎聊哲学，这朋友们默默下单支持我，谢谢啊。还聊哲，以后不应该在这个小卖部聊哲学是吧？咱们还是嘻嘻哈哈为主吧，少聊点哲学，聊不明白。唉，瞎聊聊，瞎聊聊。哲学呢，经典定义就是爱智慧学啊，就是我们就是喜欢智慧，想要接近智慧，但并不代表智慧，就是大家都是，所以聊哲学就是大家想要拥有智慧这么个感觉啊，就大家都随便一听，我说的呢应该有一半都是错的，大家随便一听。感谢各位啊！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可以点开那头像加入一下群聊。好像我们有这个预约了啊，后天吧。我看看明天只要不下雨就去阳澄湖，然后后天整这个。中秋有朋友过生日，好一个。减肥可以吃的零食，这玩意儿不就减肥吃了吗？纯肉，蛋白质，硬，嫌硬吃这个脆脆。什么味道？原味儿。买肉我都推荐原味儿。大闸蟹这个玩意儿嘛，它肯定是个儿越大越好吃啊。它这个东西，它这个玩意儿呢比较粗暴，比较简单，它就是个头越大越好吃，越肥越香。对吧？一掰流油那种，它就是越肥越香，就这么个东西。司康，我喜欢吃这个蔓越莓味的，美味。是不是常年熬大夜？对。虾干几号链接？不知道，给大家谈一下虾干吧。这虾干个头怎么样？这就是大号就可以了，大号就是这么大。西梅干有样品吗？有，吃的时候留神啊。它一大包是40几包小包，大个西梅，没有核，纯西梅，配料表就在这儿，西梅。但是千万注意这句话啊，听劝了。昨天吃了5个，这就不听劝。
有人不听劝呐。接着读稿吧，读来信，再快乐一会儿，看看有啥快乐的。但思考良久，还是想分享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想请您和小卖部的小伙伴们给予一些真挚的帮助和建议。我01年的大专，有哥哥，他是98年的985本硕博，在读独生子。什么哥哥？在朋友的引荐下相遇了。虽然他的真诚非常吸引我，但是在一起之前我就明确表达过，我们之间学历差距巨大啊，还不就男朋友呗。并决心继续提升自己，我要考研。5·1他堂姐结婚，他和父母说了他谈恋爱的事儿，并且想让我和他一起回去，我很焦虑，感觉太早，怕他父母对我有想法。但后来在朋友建议下说去可以了解一下他父母的态度，就答应了。回来以后呢，我以为他家里人和亲戚对我印象还行。但是7月初我突发头痛，痛了2、3天，吃止痛药也不见好，去了医院拍 CT， 报告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我可能是脑出血，并让我通知家长过来签字动手术。但我们当时走得太匆忙，没有拿我的手机，就用我男朋友的手机拨打了我父母的电话，告知病情，并希望他们尽早过来。本来他父母正好那几天就要来杭州，相约一起见面，但因为我突然生病，他跟我说希望不要和他父母说。他父母本来也要来杭州，本来说2家父母见，但因为生病，然后她男朋友不希望她跟她父母说，怕她父母对我有意见，所以我们隐瞒了这件事，说我回家有事儿，所以没有及时回消息。引流结束后查出我是先天性脑血管畸形，时隔15天又得再做手术，但幸好也都很成功。后来我从康复医院被接回家调养，期间我们便商议去他的城市工作并准备考学，但好景不长，明明连票都买好了，打算过年后去，又听他说他父母依然劝他分手。过年询问了我考研情况，他把我打马虎眼，说我没准备好，所以没报名。他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3方之间压力很大，想分开。他知道怎么办呀？他想分开，他没有不知道怎么办。认为我跟不上他想向上的脚步。我理智的想了想，我们之间是不合适的，我站得不够高。哎呀，又来了。我站得不够高，不够优秀啊。行，不足以让他父母坚定的选择我，我也没有信心去相信有一天他不会被他父母说服。我决定放下了，放弃那些快乐和幸福的时光，我不耽误他的前途了。他还在读博，以后想出国读博，没有独立的能力且不被父母的支持的感情也很难走下去。唉，这种就很伤心，这种读着是特别伤人心的，很难过的。这个姐们儿吧，你看来信的开头说的是希望我和小卖部的小伙伴给予一些真挚的帮助和建议。他写到最后把自己说服了。他写到最后都没有需要帮助和建议，他写到最后说的是我不耽误他的前途了，他还要出国读博，没有独立的能力且不被父母支持的感情很难走下去。句号。这就很伤感。开始的时候还求救呢，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能得到帮助，到最后自己给自己说服了。
就觉得自己站得不够高，不够优秀。很平静，全文叙述平静，没有感叹号，标点符号都没有用错，逗号句号，没有说自己的心情，全文没有怎么谈论自己的心情，没有说我很痛苦，我很绝望，我很沮丧，没说，描述事实，这个就是很痛苦的人才会这样写信啊，就是隔绝了，太痛苦了，然后就是把这个心里的这个痛苦隔绝了，这叫什么？就是用很理性的语言来写，把这个痛苦给隔绝掉了啊，隔绝掉了，是吧？用词都是，但是好景不长，明明连票都买好了，又听他说他父母依然劝他分手。唯一形容心情的是他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最后说到自己的时候，没说自己痛苦，没说自己难过，说的是我理智的想了想，我们之间不合适，我站得不够高，不够优秀。嘿，太痛苦了。这个姐们儿是被深深的重锤了一下。姐们儿，你得先了解、理解到你已经被重锤了，你已经被重锤了。然后呢，你还在这个康复期哈，咱还得病了，咱还生病了，拿个心理、生理双重重锤。你给我写这个信呢，我知道你是想求救，但你呢理性很强大，在说服自己，就绝望了。是的，对这个男的绝望是对的啊，对人生不要绝望，对自己不要绝望啊，对自己要充满希望。这才哪啊？01年的啊啊，是吧？这才哪？该干啥干啥，想考研就考研，想自己考研就考研。如果想想吧，哎，其实当年考研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那就不考，休息休息，身体康复了，找个班上。嗯，是吧？这就是很绝望。收到了啊，知道你很痛苦，知道你也很绝望，没事儿，没事儿，好好养病啊，好好养病。然后呢，别觉得因为这个病怎么回事啊？我说点难听的，你可能不爱听。这个男的早晚会离开你的啊，你也别将来这个头又不舒服啊，要发病的时候老往这儿想，恨上自己的身体，那就更麻烦了。别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有仇恨了，跟这没关系啊，他就是要分开的，他就是要离开你的，人家就是要那个，就干啥？要干什么？往上走是吧？要往哪走？天天要往上走，上面有啥呀？往上走，让他走吧啊！你好好的吧。他干啥去？好，认为我跟不上他想向上的脚步。哎呀，行。上脚步，这些人你分手就分手，你就是吧？你说不合适、不喜欢了、相处不了了，都行是吧？说啥都行。你说认为我跟不上他想向上的脚步，前面还有一个哥们分手，说人家太男性，跟人家在一起9年，说人家像男的。哎呀！你分手说点绝情的话就行了，怎么能说这么没有人性的话呢？你说点绝情的话不就可以的是吧？为啥非得说这种伤害别人的话呢？很无语。
这说人家干啥呢？这是相识一场是吧？不喜欢就不喜欢，你说人家干啥？别听他的啊！你呢，想学习学习，不想学习找点班上啊，干啥都行。人生刚刚开始。01年的，01年多大？23。天，23。期待明年收到一封你开开心心的来信啊！明年我们这小卖部在这儿呢，中秋佳节突然收到一封，哎，我最近怎么样，是吧？至少身体肯定康复的很好，对不对？期待你一个快乐的来信啊！这个人生还长，挺好，就当经历，就当经历了，挺好的啊，挺好。就是这个人嘛，一辈子呢，总要吃屎的，早吃比晚吃强。说话比较粗鲁啊，对不起啊。哎，人生嘛，总要吃亏的啊。对，我为啥刚没想出来吃亏这个词呢？人生嘛，总要吃亏的啊，早吃比晚吃强啊。刚那段掐个别播，这卖吃的喝的怎么说上这么不文雅的词？蛋总你好，最近跟我前女友分手了，在一起5年，最后分手了。分手原因是她跟我在一起之后，分手原因是她跟我在一起之前就结过婚，并且还有一个9岁的小孩儿。在相处过程中，其实我是能感受到她是喜欢我的，对我也特别的照顾。因为我们2个异地，每次见面的时候，也不会让我感觉到别的事情。虽然吧，打电话也不会当着我的面打，因为工作的事情我知道她很忙，也能够理解。后来分手以后3个月，我碰到了一个女生，她对我特别好。我们2个在一起以后，我怕还会这样，因为自己特别真诚，我怕也没有以后，所以每次吵架我都故意回避她。她也感觉到我没有那么爱她，但是她每次都想找我好好聊聊，我却一直回避她，导致我们2个在一起3个月分开了。这3个月里，她真的对我无微不至，对我特别好。她家里条件也比较好，我感觉我跟她结婚不太可能，我就跟她分手了。现在特别后悔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已经在2个月前就找了新男朋友，开始新的生活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该不该挽回啊？不该啊，不该挽回，哥们儿，不该挽回啊！下次再碰到的时候珍惜就好了，别挽回了。听不懂，这没啥听不懂的，就是受过情伤，他自己总结了，其实未必是这个情伤导致，有可能创伤很深，他只是他自己总结是因为有个9岁小孩的这个前女友给他造成情伤，然后分手以后3个月碰到一个女生，他觉得我俩谋以后啊，谋以后人家跟他分手，马上找了个新男朋友，他又崩溃了，现在不知道该不该挽回。不该啊，你自己待段时间吧，自己疗个伤嘛啊，待段时间。啊，要挽回，你要真的值得挽回，人家会来挽回你的啊，你就别想了，你好好的。96加库存，96是啥呀？怎么什么玩意儿又没了？啊，这读着稿，一抬头就没一个什么东西没了，读着就一个啥没了。感谢你们啊！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哎，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有人会唱后面的吧？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后面是啥呀？伴我一生，伴我一生干啥呢？好的，查个 X 售罄了，大家可以买这个，
那个黑巧收欠了可以买这个黑巧。我们那个爆款每次都是太爆了，就是真不是故意的。这个经常来我们小卖部知道，那个玩意儿就是它就是没了，就是没了，也是好几场都没在。可以吃这个，这个是可可含量72%啊。让我有勇气做自己。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蛋！我怀疑我现任对象为什么是现任呢？因为他工作6个月开始异地了，8月吵架，然后一直他对我很冷漠，目前已经彻底不联系了，但是还没说分手，所以还是现任。我怀疑他出轨了。在我跟他说完冷静的第2天早上，发现他小红书新增关注了一个人，并且开了列表不可见。这恋爱让你俩谈的，牵动我们小红书这么大个平台。今天发现他 IP 在江西，不在他待的地方，怎么办？我好心慌。你心慌啥呀？这段话全程是手抖着打出来的，原谅我的语无伦次，没都听懂啊。赶紧分啊！你太喜欢他了，你太爱他了，太爱他了。你说这个女孩爱他到什么地步？他跟我说完冷静，第2天早上没人是吧？神经病就去检查自己这个，每天早上起来跟例行公事一样去检查自己男朋友的小红书关注列表，居然还记得数字，记得这个男的以前关注了多少？一看新增了一个关注，是谁呀？列表不可见啊 ！IP 在江西，全完了。有点正事行吗？咱们就是说，啊，行吗？咱们就是分了吧，行吗？喜欢过这种每天早上起来检查别人关注列表的生活吗？你能过上这种生活，就说明你俩这个恋情就赶紧拉倒吧。这啥日子呀？每天早上起来得先看看对方的关注列表，这是要干啥？我也喜欢看，你不懂，我又误伤了。我也这样，我又误伤大家了。我不懂，太正常了吧？太正常了，谈不到吧？太正常了，不是人家就是，哎呀，说这些你们不会半夜去翻人家手机吧？他要是有一个小号呢？他不能小红书，他不能有个小号吗？你天天看他列表有啥用啊？你天天关注他的关注列表干啥？你最关注的是关注他的关注列表是吧？你不关注你关注的人，你关注他的关注列表，那人家就不能有个小号吗？人家不能，你知道啥叫大数据吗？大数据，大家天天刷小红书，不知道啥叫大数据吗？好多朋友，我就这么说吧，好多来看我直播的，你们不信现在看啊，你现在看啊，就来看我直播的人，好多天天看，他都没有关注过我。来，大家点个关注，这就是大数据。人家要是不关注，也能该想看谁都推送，自动的都是，就不用关注，咔咔就推，咔咔就推，全能看见。对不对？不关注，没关注，干啥？咋了？怕你女朋友看见？干嘛？
不关注我是什么意思呢？怕你明天你对象、男朋友还是女朋友起来，发现你的关注列表里多了一个我，是吗？怕这个吗？干嘛还跟我置上气了，还不关注我？然后发现自己可以这样，这姐妹不是给操作了吗？你把我关注一下，然后把那个关注列表调成不可见，哎，完了你对象说，你就能知道你对象是不是偷看你了。你说你是不是新关注了一个人？怎么关注列表还不可见了？关注的谁？嘿，你说李诞，肯定给你对象干懵了啊！这有什么好意？这啊？每天一个分手小妙招。可以拿我测一下。你看你们这不好多人都在叫什么监视你的这个另一半有没有新增关注，你也不知道这个你的另一半有没有监视你，你可以拿我测一下。你现在给我点个关注，明天把列表调成不可见，然后你看看你这个另一半看你的眼神，就是有没有偷偷瞟你的手机，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偷偷的监视你。测一下，我牺牲一点无所谓的啊，没关系。哎，我不就多一个关注我的人吗？我无所谓啊，别心疼我啊，我无所谓啊，没事啊，你们该关注关注啊，没事啊，真没事啊。这个姐们就分了吧啊！我觉得你这个恋爱可以说是只剩痛苦了啊！分了。其实这个说明啥？她男朋友新增了一个关注，并且列表调成不可见，是因为啥？因为她男朋友知道她在看，然后根本就不在乎，直接就发了 IP 在江西的小红书，就摆明了，无论是摆明了找个新的女朋友，还是说摆明了不在乎你的心情，他都是摆明了啊，都是摆明了。可以给你们把电拔一会儿，把电拔一会儿。不卡了吧？今天没有毯子酒，今天有毯子酒的朋友。Sangria， 这个世界都安静了。荞麦方便面1箱，抽5个人加赠。哪去了啊？这个好吃啊，刚炫了一碗。牛肉干，牙口好买炒干条，牙口不好买牛脆脆。30加中年男人的悲哀。蛋哥你好，介绍一下我的情况。1，我跟我老婆跟你差不多大，结婚5年，认识10年了。2，我结婚的时候就很犹豫，自始至终都没有那么喜欢，最初也没太想明白，一直拖着没有聊过结婚的事儿。包括被同居的那天，我从家离开的时候还偷偷哭了，到后来被女方催婚。兄弟，加上我感觉你已经要挨骂了，我就读了3行，我感觉我保不住你了，兄弟，你这后面还有8点，他一共写了8条啊。我要读到第2条，我估计你这个你没有办法全虚全影的离开小卖部了，你估计是五马分尸那种车裂了。你今天肯定是别看弹幕了啊，兄弟啊，你如果在的话，你别看弹幕啊，
这个下面的话呢，我肯定保不住你了。我听到这儿，你已经你完了啊！你就写个8点，我的妈！第2点你就完了，你肯定是抬走了啊！包括后来被女方催婚，加上我又属于回避型依恋人格，加大义凛然，觉得不能对不起人家就结婚了。跟老婆的生活没有激情，很多事儿并不想跟她在一起，或者做的时候很敷衍，能躲就躲。3，他对我很好，无微不至，对这份感情他非常非常投入，我是他的初恋，而我的投入度对比他来说很一般。但是我演技很好啊！完了，兄弟你完了，车裂。商鞅听说过吗？你马上就要往5个方向走了，兄弟。但是我演技很好，他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4，狗血般的，我现在在外面遇到了所谓的真爱，哎呀，完了呀，你完了，你车裂已经不行，你凌迟了。佩服你的勇气，兄弟。哇，好，你喜欢挨骂是吗？因为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精神出轨过，所以我有底气说这是真爱。我出轨的事情他知道了，我坦白了，保有了一定的余地，跟他讲他很痛苦，但反而他对我更好了。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我很懦弱，没有办法就着这件事跟他提离婚，我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5，现在因为人生也来到了要生孩子的十字路口。哎呀，你这一条一条，我每次都觉得无法再上升一个高度啊！你是有招呀，你有后手呀，还要生孩子，再也拖不了了。我不知道要如何做决定。孩子是2年前就要生的，但是我对于和他共度一生的事情没有想好，就和当时拖着不提结婚一样。现在我很挣扎，选择1，及时止损，趁着他还年轻，不要耽误人家寻找真爱生孩子。选择2，接受一辈子和不是爱情的人过，自己这辈子认栽。哎呀，你还认栽了？绝啊，兄弟！你还栽了？你认栽，那他得认啥呀？你认的这是栽呀，那他认的是啥？我的妈！我也知道爱情最后都会流于平淡，但是懂的人都知道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认为是个又懦弱又善良、感性不忍心伤害别人的人，尤其还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也没有犯任何错。你还挺遗憾是吗？哥们儿啊，你还挺遗憾是吗？你是觉得他没有犯任何错，你没有借口是吗？我的内心已经做好决定想离开，我可以净身出户，但是就不知道如何开口。哎呀，你现在把手机给他。6，我对老婆如果要离婚，一个对你非常好的人，你是他的全部的人，不忍心伤害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他写了1封信，讲了心里话，但是下不了决心给他，他一定会很崩溃。我对他可能喜欢的不多，但你说没有感情，我不承认。7，我现在状态比较正常，1是因为出轨被发现的事情已经过去1年了，但我内心处在失恋的情绪中。好久没有这种加害者来信了啊！大家口下留情啊，大家口下留情啊！这个就是，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口下留情，真的挺无语的。失恋，且我和那个他都很痛苦。2，他还是经常在我面前哭，我为了少给自己找麻烦，能敷衍就敷衍过去，同时也比较抗拒。8，感情感觉如果一直这样，自己好像很遗憾，遗憾于没有和爱情结婚。
当然他也没有耽误我，当然他也没有既耽误我，我也什么呀？蛋哥告诉我该怎么做，你赶紧离啊，净身出户啊，赶紧，有多远走多远，钱能留多少留多少。兄弟，兄弟，这哥们儿，这哥们儿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朋友们，我觉得他能给我们小卖部投这封信啊，其实就是想啥，就是想让大家骂骂他。我相信他是，我相信他那个他是有痛苦的，就是那种愧疚感、悔罪的感觉，他是有的。但是呢，他老婆不骂他，他这老婆人太好，也有问题是吧？他这老婆呢人太好，不骂他，还对他好。然后这男的呢觉得，哎呀，我都犯错了，但是怎么没人骂我？老婆也不骂我，谁能骂骂我呢？哦，比他那有个小卖部，让他们骂骂我，我心里是不是能舒服一点？你少给我舒服一点啊！你舒服一点也没用啊，兄弟，别舒服了，赶紧离啊！跑我们这儿来，哎呀，跑我们这儿来那个啥来了是吧？想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是吧？休想，赶紧离啊！头晕。其实然呢，我们骂他一顿呢，他觉得道德上，他一看说啊，我都被1万多人骂过了，道德上给自己又找个小台阶儿。别生孩子了，还要跟人家生孩子，我求求你了，兄弟，你既然叫我一声蛋哥，那我也叫你一声兄弟。兄弟，做人不能这样的，做人不能这样的，会遭报应的，兄弟，不要这样做人啊，会遭报应的。啊，这么不害怕吗？咱们就是对报应这啥的啊，快点给！兄弟，兄弟，听我一句劝啊，我就不骂你了啊。你其实自己做错啥事儿，你心里也有数。你现在不就想求个解决办法吗？斩钉截铁说啊，我不爱你，是吧？跟你老婆说我不爱你，对不起。然后就是有多脏的话骂多脏的话，骂自己，然后说我钱全留给你，净身出户，然后就消失，有多远走多远，消失，disappear啊，就好了。还要生孩子。还要生孩子，兄弟，不要生孩子，求求你了，算我求你了，行吗？算我求你了啊！不要生孩子啊！你跟你那个出轨的那个感觉挺相爱的嘛，是吧？出轨的事情过去1年了，还处在失恋的情绪中，然后对方就是那个出轨对象也很痛苦，这不遇到真爱了吗？你赶紧离婚，你俩在一起呗，别就放过彼此吧啊！人走钱留就完事儿了。你要真觉得对不起你老婆，觉得啥呢？哎呀，行，我也看出来你也有悔罪的心是吧？赶紧啊，赶紧离了，还有救啊！离了还有救。千万别生孩子，算我求你了，千万不能生。
梨，买点吃啊。啊，买点梨，赶紧走。给大家过一下前10名。第10名是我们的寻香牧场的霍温贝尔特产礼物包，里头有牛脆脆、牛肝条、奶脆脆，沙果干儿，这很好吃，是酸的，不爱吃酸别买，酸酸的。沙果干和蓝莓果干，还有一罐开玩笑的霍温贝尔空气啊，已经没有味儿了。还有一个可以种的没那么开玩笑的草籽，这大礼包啊，今天卖的第10名。给大家过一下前10名，我接着读信。第9名是这个毯子酒的朋友啊，蜜瓜荔枝风味桃红 Sangria 啊，这个是买2瓶送一个冰盒。第8名是我们的月饼，24节气，24个小月饼，就24个独立的小的月饼，给你们看一眼。这个中秋朋友们还是有需求啊。第8名，还挺好看的，就没有那么浮夸，吃起来负担也没那么大，就一个一个的，自己吃也行，送人也行，没那么浮夸的一个月饼选择。第7名是啥？第7名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蟹卡嘛，会送你这个一套工具，然后这个蟹卡就是3年之内都能兑换，等这个秋风起了，天凉了再去换，也挺漂亮的。就这个送礼也很合适，就是你送人家螃蟹，你也不知道人家在不在家，是吧？负担也很重，这个他啥时候想换啥时候换。第6名是这个梨啊，赶紧梨啊。第5名是我们的超干条啊，嘎嘎硬，我们内蒙人更爱吃的，很少吃的风干牛肉条，嘎嘎硬，4斤肉出1斤，牙口不好就别买了，好吃。第4名是奶片，哎，今天奶片怎么又重回王者风范了？好久没见过它了，在前几名里。第4名啊。第3名是这个柚子酒，但我估计柚子酒卖完了，大家可以看看桃子酒啥。柚子酒是酸的，桃子酒是甜的。第2名是我们的虾干儿，虾干呢？看，第2名啊，虾干，买这个大虾就可以了，买这个大号的，好吃，直接吃也行，蒸一下、煮一下、微波炉打一下都好吃啊。我是直接吃，买到了就开袋即食，配料表只有虾和食用盐，烤制的，壳肉分离。第1名啊，牛脆脆。你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这个刷礼物的，是不是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啊？我这不提牛脆脆，你也不出现，埋伏我。哦，我们那个大礼包里还有一个纯牛奶贝啊，奶贝我都没拿过来啊，那大礼包比我说的还多一个东西。我们将来也可以考虑把它分开卖。好吧，感谢各位支持，大家随意挑选，随意购买，开心愉快。刚刚那个兄弟，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我们小卖部呢不做道德评判，就是你自己也是讨骂，那大家骂归骂，但日子你还是往好里过啊。你要针对你自己好，对你老婆好，赶紧离啊，听劝啊！我的妈呀，求求你了，放过他吧啊！你要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就做个好人啊！任何时候都有救啊，都有机会。
嗯嗯嗯，但告白被拒的原因居然是对方说他准备去做道士。我怎么感觉我读过这个呢？我读过这个呀。哎，不是，这是另一个。我上次读的那个是，上次是有一个要做道士的，这次还不是一样的。我和一个朋友断断续续认识5年了，不一样啊。行吧，这种事儿还能碰到2次。我和一个朋友断断续续认识5年了，直到去年联系频繁起来，因为异地，所以都是靠微信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直到今年年初，他家发生了一点变故，突然一心研究玄学。我对此好奇，还询问了很多内行问题。5月赶上我工作以来压力最大的时候，可能有些精神错乱，靠着和对方聊天度过，对他心动了。我一直说心动很珍贵，我要抓住我的心动，我就决定告诉他。我假装找他算卦。问他我有心动对象，如果和对方表白会怎么样？对方分析了我表白的人是怎样的人，之前有过女朋友，现在单身，对我应该也一定有情感的。巴拉巴拉巴拉，算完我问他算得准吗？他反应过来说，应该还挺准的。哎呦，还有这么别致的告白方式吗？嗯，哎呦。哎呦，这个行啊，这特别正，可以。啊，离谱的来了！接下来他给我发了很多小作文，大概是说他六亲缘浅，已经准备好了去做道士，不准备谈恋爱。更离谱的是，我信了，断联了1个月，直到这个月联系他，我发现他换了情头，问他，他也承认有女朋友，我才发现他是和我一个人六亲缘浅。本来还有些难过，但是朋友的4个字点醒了我，这是好事。仔细复盘，对方破绽还挺多的。对方不主动不拒绝，相处起来黏黏糊糊。当时一叶障目，和对方聊得多，现实见得少，给他加了很多理性。现在好了，我想明白，如果没有发现对方有恋情，可能我还在泥潭里挣扎。最后来一个彩蛋，上周因为心口不舒服去医院做体检，体检报告说我是窦性心律不齐加心动过速。原来我心动不是因为他。只是生理性的心动，对谁都动。这么幽默吗？这么幽默吗，姐们儿？哎呀，这下届脱口秀没你我不看啊！这太幽默了啊！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笑的段子了，这真很幽默，很久没看过这么好玩的段子。蛋总，没想到我32了还在为情所困，纠结到睡不着，救救我吧！谈个4个月的男朋友，在我最上头的时候分手了。之前天天说要跟我领证，老婆老婆的叫我，突然回电话说家里其他长辈不同意。家里其他长辈不同意，啥意思？爸妈同意了，其他长辈不同意？长辈这么多吗？家庭条件不适合，我是农村家庭，还有弟弟，我的条件他知道，但不知全部。我们是精神灵魂层面共振，还从没聊到过物质、车房等等。我总觉得不能着急恨嫁，再跟他聊物质，但没想到突然被权衡利弊了，不知咋办，求助玄学，说不会彻底分开，让我去低头和好。我高傲的头颅低不下一点儿。我要跟他再沟通一下我的情况吗？他只知道我家，不知我个人收入、存款等条件。婚姻真的是利益互换吗？感情和真心最不值钱吗？哎，又来了啊，又来了。
又来了。最后又给我上升个哲学问题：婚姻是利益互换，感情是真心，感情和真心最不值钱。婚姻哪怕是利益互换，也得是基于感情的利益互换啊！你们非爱聊这个利益互换，可以聊啊。婚姻哪怕是利益互换，也得是基于感情的利益互换啊。这个感情嘛，最好是爱情，这个感情最好是爱情，不是爱情，它也必须有感情，它至少得仗一把，对吧？我也没有那么天真，是吧？我也没有说这个婚姻一定都是咋回事，那有的确实就是利益互换，那它也是有感情的，那感情哪怕是义气，哪怕是契约，是吧？两个家族怎么回事？那他也得有感情，他最好是爱情，他不是爱情，他也得有别的感情。别想着说只能是纯纯利益互换，一点感情没有。枕头舒服吗？终于有人提到让我表演一下这个枕头了，一晚上没表演，是不是一目了然？啊，咱这个枕头就是说这个枕头这个功能分区应用方式是不是一目了然？翱翔，驰骋。很好用是吧？我这大脑袋都能放下，你也能放下啊！驰骋，翱翔啊，还可以保暖啊！保暖这个功能一般人用不上啊，就是好好睡就行。软的，软的，但是有支撑的啊，它这个条支撑的啊。他们跟我说也是有人也是这么睡，我也不知道，我都是那么睡的。你上厕所了吗？感谢提醒，上个厕所去。今天又没上厕所，感谢提醒啊！大家帮我卖一会儿这个超干条啊！哎呀，每天这多大个人呢？怎么上厕所还得别人提醒？应该。又开始问洗手了吗？洗了啊，是不是又开始问？
为什么上厕所没声音？上次上厕所有声音，这家给我一顿笑话，我不就学会关门了吗？唉，头晕。见外了，哎呀，他也不能这么不见外吧？这也太不见外了。不是他，哎，我不想解释那么细，他就是不是他？哎呀，我咋说呢？他就是有一些马桶，他一直在清洁自己。你们知道有的马桶有那个功能吧？啊，是吧？是吧？对，不是我那个很卫生啊，很卫生，没有那么不见外，这还是挺那啥的，这怎么能这干啥呀？这整这么不见外吗？不好吧？很尴尬。我要是跟那个，我像以前去那个有一些就是串店条件有限那种厕所，就是它就俩厕所，它也不分男女。那我都很痛苦。如果隔壁是个女生，我都觉得这不好吧，还是不好吧，还是等等吧，不好吧。不好吧，不好吧，对吧？欢迎大家，感谢各位。啊，发券了，我说呢，怎么突然啊？12点半又发一波券啊！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开这个销冠看看，我们今天的销冠依然是这个牛脆脆啊，预售5天之内发货。第2名是这虾干，不知道买啥就买点这玩意儿吃吧，老好吃，基本不太会出错，只要你能吃得了咸，吃得了海鲜，就不会出错的。这很难出错，虾啥味儿、盐啥味儿你都知道，但它又是烤干的，就吃在嘴里的那个口感，还是如果没吃过这种东西，还是觉得挺惊艳的。反正这也是我在南方发现的一个美味。第3名是我们的这个柚子酒，柚子酒应该卖光，应该是卖光了，可以买桃子酒是甜的，桃子酒就像那个桃子罐头的那个桃子汁罐头汁一样，怕甜就别买了，甜的得加冰块喝，我觉得。柚子酒只是酸酸的，喜欢喝酸酸甜甜的买这个，这是我们今天新上的，这是跟坛子酒那个一伙的，它是就是现在这么展示就不帅了。我们今天刚开播的时候，你们有人刚开播就在吗？刚开播的时候我可不是这个视觉效果，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开播的时候是啥样。刚开播的时候我是这个视觉效果，然后呢讲酒嘛，酒它就可以看，哎，它就可以变美丽。这个视觉效果的时候，怎么样？好喝啊，这个你看是不是卖相一下就上去了？我也哎，快把你们挡上啊！再给你们展示一瓶绿酒。我今天发现了一个这个100万打光，哎，眼角，哇，感觉就是变好喝，不知道为什么，哇，这绿酒是9.5度，很好入口，微甜，干型的，酸的，就青苹果那种感觉。买2瓶送个杯子。哎呦，我现在招数越来越多，会打光了，甚至这个打光的灯也卖啊，这个灯也卖。送的杯子是这个，
质量很好，被我摸脏了。你拿到没有这么埋汰啊？我摸的太脏。怎么样？哦，我背后打光才能看到自己的耳朵，我平时看不到自己的耳朵。是吧？谁说站在光里的？坐在光里的是吧？谁说坐在光里的是英雄？哦，我们这个葡萄酒加赠一瓶，抽5个人加赠一瓶，你看看这打光有没有用？所有买了这个酒的朋友有机会获得这个加赠，我们抽5个人加赠一瓶啊！再买了这个酒的人给，哇，快倒上！哇，刚刚那瓶酒为什么会发光啊？哇，为什么？还不知道啊，为什么刚刚那瓶酒亮晶晶的？手机壳啊，手机壳就不发光了。小蜗牛啊，完整的展示手机支架，我们都是用猫山王留言这个铁盒来展示。哎，都吸上面，海星、鹅、刺猬啊，这个榴莲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只是它是铁皮比较方便啊。又有人在盗播我，哎呀，我的同事们，听说又有人在盗播我，快去求求他们，不要这么干。超干牛肉条啊！这月饼我们单位发过，好吃。哪个月饼啊？你说猫山王榴莲月饼吗？你单位这么舍得吗？这是冻着吃啊，冻着吃。我没统一转播啊，这转播的都是盗播，看着个可以点个举报。主要你不举报也行，你别买他东西，因为他卖那个东西不是我卖的东西，把给你吃坏了，那都不知道啥玩意儿，不知道哪来的。蛋卷好吃吗？好吃。哪个酒？啊，好多酒都可以啊，好多酒都可以。黄色的布是什么？4件套，3件套，4件套。哎，床单被罩。牛脆片还有吗？有，预售啊，发货是5天之内发货。但是朋友们，你买这个应该也没有那么着急吧？反正就是发货比较慢一点，又卖光了。推荐哪个酒？哎，我就是每次都说我啥酒都推荐，因为我卖嘛，我肯定就是觉得还可以，还不错。但是呢，就是适应不同的场景，对吧？你要吃点什么串儿啊、肉啊，吃点啤酒，喝点啤酒，你吃个虾干啊什么的，配个黄酒啊，不甜的推荐一下，绿酒啊，这就不甜，干型的，酸的，哇，散发着
诱人的光芒。月饼怎么样？看你爱不爱吃榴莲嘛？那猫山王那个榴莲冰皮儿就是榴莲馅儿，纯100%榴莲馅儿。还有一个就是24种口味的那个，挺适合送礼的24节气，看你个人需求。太逗了。但你好，这故事并不抓马，需要大家答疑解惑。我今年30，和男朋友一起生活在欧洲。我来自18线小县城，妈妈家庭妇女，爸爸经商，一直不顺，有负债。小时候读书比较用功，机缘巧合之下留在了 C 国读研究生，毕业直接工作了。我男朋友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他家里条件非常好，爸妈企业高管，国内是在超1线城市都有多套房产。我们朋友介绍下认识，我对他一见钟情。在一起以后明白了，以前爱情上走过的所有弯路都是为了遇到他。他对我也很好，对我养的狗狗跟自己亲儿子一样。我们的性格、三观、为人处事态度都很合。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很喜欢他。我的问题是，刚开始恋爱并没有预料到能走这么远，因为我一直不擅长恋爱长跑，所以我并没有如实告诉他我家里的情况。我也没有料到他家里条件会比我想象中好这么多。老实讲，如果是相亲，压根儿我估计我都不会遇到他这样的人。他爸妈也很喜欢我这个人，对我也很好。现在彼此工作趋于稳定，有回国一起见家长往下一步发展的打算。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跟他谈我的家庭，该找怎样的时机谈。在巨大的条件差异下，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走到最后。谢谢蛋总，祝你天天好心情。坦白啊，坦白，姐妹儿一定要坦诚，而且你别害怕啊！你今年已经30岁了，你今年已经30岁了，姐妹。这封信的题眼是什么？这封信题眼是什么？这封信的题眼是他爸妈也很喜欢我这个人。你觉得他爸妈啥人没见过？企业高管，国内超1线城市多套房产，你觉得他爸妈什么没见过？你家庭啥情况我不敢说那么死啊，你爸妈应该是一眼就看穿了，不是，他爸妈应该是一眼就看穿了。有时候大家可能不相信，就是在这种人面前，你是白纸一张，你是透明的，一眼就给你看穿了啊。就从你说话，就一眼就能看穿，真的，别慌啊。他们家应该基本已经了解你啥情况了，你就坦白早点说就行，没事儿，你也没欺骗嘛，你就是没说嘛，对吧？没有如实的告知他家里的具体情况啊。赶紧坦白，把你的这种紧张也都说出来。我觉得你就是隐瞒了，没撒谎，没撒谎就没事了，都能理解啊。而且你已经30岁了，30而立，嘿嘿，30而立，已经是自己了啊！你已经是你自己了，你要过的是你们的这个新的家庭，你自己的家庭，不要太想这个。你想有啥用啊？好好坦白说完了，就是规划你俩的人生就好啊。晃瞎了又，哎，好吧。他们。
们不喜欢你，你自闭一会儿吧。大家那个正在谈的都是这个卖的比较好的啊，大家随意挑选。题眼是什么？说了呀，题眼就是他爸妈也很喜欢我这个人，对我也很好。就说明你是很值得欣赏的，别想那些了，就说明你是个很不错的人，就是个很好的人。哎，我不想说的这么透，我要说这么透吗？哎呀，你想想，在你男朋友成长的这一路上，有多少人是为了钱在接近他，甚至接近他们家庭？他的爸爸妈妈见过多少人为了钱往他俩身边凑？见太多，一看你就知道不是嘛，那肯定就识别出来了嘛。说，哎，这人很好，也很独立，是吧？人家也是有自己的事儿，哎，两个人又很相爱，往好处想啊。往好处想，往好处想啊，往好处想，好好谈，期待你们的后续。跟你男朋友谈一下，根本就不是啥事儿。你家就是你家也没啥嘛，不就是经商不顺的一个家庭吗？没啥啊，咋可能？又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对吧？那经商不顺怎么了？又不是说，对吧？蛋总推荐买什么？跟你们说一下前10名啊，快速过一下前10名。第10名，后温贝尔特产礼物包啊，谈一下特产礼物包：超干条、牛脆脆、沙果干、莓果干、奶脆片、后温贝尔的一罐空气，后温贝尔的一罐草籽大礼包。第10名。第9名，这个酒，酸酸甜甜酒啊，偏甜啊。第8名是这个月饼，24节气24个月饼。哎呦，这大枕头，大枕头你让一让。这个。第7名是大闸蟹的蟹卡，大闸蟹的蟹卡，这个蟹卡嘛，就是买回来送人啊，自己留着都行，就是等这个蟹肥的时候吃嘛。保质期有3年，卡有3年啊，蟹不是啊。梨，这个有名。我都震惊了，为什么我们才卖梨？我感觉我们早就应该卖梨了，说明我们还是没往这想啊，没往这想。你确实也不是说故意的那个往这个谐音上凑，就觉得这梨挺好的，没有故意说凑这个谐音上，不是说非劝大家梨。我说你们信不信？感觉也不信。第5名是这个超干条啊，第5名是超干条，嘎嘎硬啊，牙口好买，牙口不好就算了。第4名是这个奶碎片，第3名是这柚子酒，我怀疑这柚子酒应该没了，酸酸的。第2名是这个虾干，第1名是牛脆脆，就大虾干，买这个大号就行。又来了，每次一说牛脆脆他就来，这人谁呀？给他拉黑了，天天给我刷个小码，干啥呀？
牛板筋啊，牛板筋今天没上榜，今天也从来没讲过牛板筋，我这有时候讲就忘了，一口一个，厚切牛板筋，这个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吃过了，可以来补补货。看看谢卡，哎，好，这还要看看吗？行，你是想看看精美程度是吧？它上面这句文案有点过分啊，不代表本人立场啊，但是也能表达他的对阳澄湖大闸蟹的信任啊，那种自豪。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谢卡是这样的，挺漂亮。它其实就是你送礼物当礼物嘛，自己用嘛，都是比较那什么。里头有张卡，就拿这个去兑换就行了。具体方法这上面都写了啊，你或者看那个问客服啊，这上面都肯定都写的很清楚啊。好吧，看大小，这玩意儿就是越大越贵，这个大闸蟹，但是确实越大越好吃，这没辙，它这个东西就这样，就是越肥越香。有的东西不是吧？咱们有的东西说小一点也好吃，可能还越小越好吃。它这个玩意儿就这样。然后呢，你买到了以后，它这个承诺是这样的：你买到了没黄没膏退赔，死一只赔一只，死了超过一半全赔啊！就是很自信，就放心啊，死蟹肯定包赔，一只赔一只，一半就全赔啊！你抠开没黄没膏赔啊！放冰箱冷藏1到3天吧，保活的话，那个铺层布喷点水啊。死蟹千万别吃啊，你就直接让它赔就行了。死蟹不能吃啊，你回去看看吐不吐泡泡，换了之后。牛脆脆是预售，有牛脆脆啊，5天之内发货。鸭架这些，这个。有没有酒味不重的啊？这3个月的酒味就不重，这酒味就不咋重。其实这都算酒味不咋重的酒。那你像这个就跟喝果汁似的，6度这种就跟喝水果汁一样。但是有度数啊，它只是酒味不重，该上头还是上头。鸭架没看清，哎，它就这样，它这个包装就是古朴质朴。别司令不干，对，卖断货。精酿讲一讲，也不知道该讲啥，偏苦啊，就这个有点偏苦。我是在很多酒吧都看他们都是用的他们家的酒，贴一个酒吧的酒标。这个上头挺快的，你要是喝得快，速度快的话，2罐其实就晕了。蛋总，求求你了，读我的信吧，我太需要帮助了，哭哭。我有2条鱼，看开头我都相信你了。A 和 B， 我和 A 先认识的，表面上我们俩在炒 CP。这炒 CP 不是个娱乐活动吗？不是个是个，哎，算了。后面通过 A 认识了 B， 刚开始没把 B 放心上，感觉他只是话多挺好玩。后来莫名其妙被他圈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喜欢上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社群里所有人都以为我跟 A 炒 CP， 连 A 和 B 都是这样以为的。我不忍心这时候冷落 A， 我也不想冷落他，因为他也是个很好的男孩子，温柔可爱幽默，但我确实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目前只对 B 有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感觉。我觉得跟 B 大概率聊不到一起，只能玩到一起，而且他真的能让我笑。那咋让你笑的？那不还是通过聊天让你笑的吗？怎么就聊不到一起去？
之前有跟我聊得来的堪称灵魂伴侣的男生朋友都没办法让我哈哈大笑。受伤了，这个叫什么搞笑男风评受损啊！我又利益相关了，我不得不说一句了。但话说回来，我们上次见面，我有尝试跟 B 进行更深入、更严肃的对话，但是发现没有 connection， 不同频不共振。但我觉得性格上我们俩又很对对方的胃口。总而言之，现在我的困境是，表面上大家都以为我跟 A 在炒 CP， 实际上我偷偷的喜欢上了 A 的兄弟 B， 基本上是一个骑 A 南下的局面。谁不让你下去了？就你自己啊！这怎么生活过成偶像剧呢？这干啥呢？这大家生活怎么一会儿一个痛苦的让我觉得没救了？这一会儿一个这个轻松的，简直这世界上有人在过这么轻松的生活吗？就当偶像剧过吗？这日子，我不想因为自己破坏了目前大家的搭子友谊，觉得自己好渣，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自己也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点拨我一下吧，蛋总，我已经苦恼到没法工作了。你那个社群是个什么社群？退群啊！退群追 B 删 A 啊！说完了啊。好吧，很简单啊，退群顺序不要错啊，退群追 B 删 A 啊，顺序不要错。为什么要先追 B 再删 A 呢？为什么？跟人家说清楚是吧？说之前咱们就是开玩笑，嘻嘻哈哈，兄弟，我发现我爱上了你的兄弟，你愿不愿意帮我？我们以后还能做兄弟。我估计他不愿意帮你，然后就删了，是吧？他要是愿意，哎，那更好。求求啊，求求啊，救救我这个被绿的发光的美少女！刚刚给大家展示了绿的发光的，只有我们的绿酒啊，我不相信还有更加绿的发光的啊。我看看怎么个事儿。绿酒买2瓶送个杯子，这杯子喝精酿也行。这个杯型，哎呦，下次好好学一学，跟李泽学学这个杯型的问题，给你们讲讲为啥这个杯型喝葡萄也行，喝精酿也行。我和我男友认识9年，恋爱8年，21岁到28岁。年初我们双方的父母见面，原本以为今年我们会订婚，然而7月份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他因为一次应酬喝多了，酒后发疯，言语伤害到我。父母见面的时候有咨询我家彩礼要多少，我爸妈书面有就给，没有就不给。我爸妈说有就给，没有就量力而行就好。我家不在乎这些。男方父母觉得我爸妈说的话让他们很难办，怕给多了也怕给少了。第二天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声对不起，并提出让我挑一个包包作为补偿。我感觉他的道歉缺乏诚意，因此拒绝了。发疯，言语上伤害到你，就是吵这个彩礼的事儿呗，就彩礼的事吵了一架啊。在我们闹分手的这1个月里，他滴滴拼车认识了一个女生，就这样都可以吗？哎，朋友们，经常在我这个小卖部说不知道去哪儿认识人的人，说我到哪儿去认识新朋友，到哪儿认识异性，滴滴拼车认识了一个女生，这样都可以吗？哇！并
且向那个女生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假装单身，与她保持暧昧关系，甚至发展到了酒店的地步。他坚称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因为他尽管有意，但是女生拒绝了，他们只是相拥而眠。啊？啥？哎，这事是在我们和好后我发现的，不知道这究竟算是出轨还是无缝衔接。我当时还受不了他欺骗人家女生，还给人家打个电话，结果人家女生压根儿不介意他有没有女朋友，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出去玩的司机。谁家正经女生和认识半个月的司机开酒店呀？他俩真的好配呀！后来他辩解说，是那个女生主动的，并且她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他只是看中了她的钱。他意思说，她男朋友看中了那个女生的钱。那个女生的背景是有30万的存款，开着一辆宝马一系，这算哪门子有钱呀？开房的钱还是女生出的，每次约饭见面都是女生提出，女生付的，并且还说想嫁给他。渣男的背景是年收入不高，无房无车。我目前年收入10万，有一辆车，没有房。现在他恳求我原谅，承诺以后绝不再犯，否则他愿意净身出户。我陷入了两难，我真的很想报复他。我一直在思考是否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多年感情。但是每次想到他和那个女生的事情，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我试图去理解，去原谅，但是我每次看到他都受不了。我开始怀疑我们之间的信任是否已经崩塌啊，崩塌了。我害怕未来，害怕如果我原谅他，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也知道，一旦选择原谅，我就得放下这段过去，不能让它成为我们之间永远的刺。但快告诉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要抑郁了，每天想哭，胸闷气短，无心工作。哎，天！问问你爸你妈妈，好吧？你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你把你这事儿跟你爸你妈说一下，你看看他俩咋说，好吧？问问你爸你妈就行了，会有一个答案的。唉，不知道说啥是吧？经常有时候也不知道说啥，也不知道该说啥，真不知道该说啥。为啥不知道该说啥？为啥？这个女生其实就是已经原谅他了。事实上，给我写信的这个女生已经把他原谅了，已经把他原谅了。他只是痛苦。你说我说啥？我能说啥呢？你说我能说啥呢？说不了啥，是吧？有没有人能够成熟到处理这种事情？一定有，一定有人能成熟到处理这种事情。就是说，男朋友、老公啊、男朋友怎么未婚夫出轨了，哎，还能原谅，哎，两个人还真能过得好啊！一定有人能处理得了啊，这我是相信的，我也见识过，是吧？他给我来信这个人，你处理不了啊，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就是没那道行。21岁谈到28岁，
没那道行，你处理不了。认识9年，21岁跟他谈到28岁，你处理不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啥？我的建议是让他问问他爹妈嘛，是吧？问问爹妈就知道了。他处理不了，有人能处理啊，咱们也不是说那么那啥，就有人就是能处理啊。说哎，人家日子可能后来过得还挺好，很奇妙的，这个人生很复杂的，没那么绝对的。有的人就能处理得了，他显然处理不了，你问爹妈吧啊。万一告诉爸妈，爸妈让他忍着，有可能，爸妈让他忍着，那也是对他的一个，就是你还可以就是又多了一次机会听一听自己的真实的心声，再感受一下你的心到底要什么，你的心到底要什么，到底要什么？就是你的心到底要什么？这样问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感觉你已经原谅他，但你是爱他呢，还是说，只是说舍不得这么多年的感情啊？不知道了是吧？你得问你自己。啊，不甘心，有可能就是已经不爱了，他就是不服气，有可能就是置气，是吧？你让你爸妈一劝，爸妈说：“哎，忍一忍吧。”哎，你一想，凭什么忍？可能就反应过来了，对吧？蛋怎么追男孩子啊？看你的直播，感觉你很有经验，我没有经验啊，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我们俩是爬山认识的，我当时一时兴起，准备周日去爬泰山。这可以这么一时兴起吗？你对泰山有基本的尊重吗？可以一时兴起周日爬泰山吗？泰山可以这么一时兴起吗？我的妈呀！我已经预感到要悲剧了，但是决定的太仓促了，朋友们都没时间，我就小红书找了个搭子。我周六那天很晚才到泰安，到的时候他和他朋友们已经到山顶了。我和路上遇到的一群大学生爬上去的，我爬的比较快，和其中一个男大学生在前面。快到山顶的时候，这个男大同学低血糖了，我就让南大因为南大的同学低血糖了，我就让这个大学生去给他送吃的去，我自己爬到了山顶。哇，行，我对不起啊，失敬了。我刚刚一开始说这个一时兴起爬泰山，我以为那是哇，你这哇，好轻松啊，这么轻松吗？我自己就爬到山顶，失敬了。我自己爬到山顶后，完全找不到可以看日出的地方，那天人太多了。然后我就问那个搭子，那里还有没有空位可以看日出？怎么说呢？真不是因为他有多帅，但是就是很莫名其妙的，我确实有点一见钟情了。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姨妈期和山顶太冷原因加成，但是因为我是个牡丹，所以有点害羞，没说啥。我们在山顶看了日出，拍了照，然后最让我后悔的事情发生了。他和朋友打算爬下去，问我要不要一起，我就和他们一起爬下去了。你这身体这么，姐们儿太猛了吧！一点不休息吗？看完日出就往下走啊？那天也不知道是睡得太少了不清醒，还是哪根筋大搓了，下山莫名其妙变成了一个比一个嘴硬的人，死要面子，全程没休息的急速2个小时下去了。其实到一半的时候腿都有点抖了，他也是有点腿软，问我要不要休息，我硬是死要面子说不用，后果就是我的腿到现在都爆痛。别人和 Crush 爬山都是蜜里调油，我就是拉练的，也不知道平时该怎么聊，更别提追人了，救救我吧，蛋总，难道我真是天生牡丹圣体？太猛了，太猛了，
这啥身体呀？太猛了！哇，这服，豪杰太服了，太强了啊！太强了，真正的豪杰呀，太强了！把那男的给拉爆了呗，意思就是爬给他爬废了呀！太猛了，这大铁疙瘩真猛！你再约他爬山呗？你说上次山爬太快了，咱们这次爬个那个悠哉一点了，还能约出来接着爬啊！我觉得这个男的应该是，这个男的至少是吧？你看啊，下山莫名其妙变成了一个比一个嘴都要硬，死要面子，全程没休息，2个小时下去。他问我要不要休息，我说不用。你看这个男的啊，说要不要休息，你说不用，这个男的也没说，他也没说我用，说明你俩是什么呢？你俩有共同点，姐们儿，你俩啊，好名儿，你俩有共同点，你再约他爬山，他还得出来。啊，你俩就是嘴硬，肌肉也挺硬，是吧？你俩有共同点，好吧，好好约着一起锻炼吧。最后没在一起落个好身体也行，是吧？都行。这么好强的人也不多了，这么好强，关键是好强，他还真的能坚持下来的人就更少了。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经常一起征服名山大川，怎么样？这个非常健康的恋情，没有练成的话也是，这叫什么爬友？是这么说吗？驴友还是？这不挺好吗？交个好朋友，这样的人也不多了。太犟了，太犟了，俩犟种，关键身体还真嘎嘎好，挺好，你看啊，好好处。太猛，太猛！姐，又有盗播的了吗？不是我，你看到别的平台上的都是盗播的。天哪！你俩在一起很合适的，一起爬一爬。大家新来的朋友，居然还有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点开这个购物袋随便翻翻啊，销冠分类看看，虾干买，牛脆脆买。但近期有个小烦恼，我的大学男同学在离我很近的城市，毕业10几年只是偶然联系，次数不超过3次。最近突然跟我微信发的腻腻歪歪，突然跟我说大学是有遗憾的，我是他的意难平。毕业10几年偶然联系，这怎么后反劲儿了呢？这意难平可以沉寂10几年吗？这潜伏10几年的只有狂犬病啊！这意难平也能潜伏10几年吗？啊，我很无语，意难平就意难平呗，说出来有什么意思？都拖家带口的，整这个死出干什么？他非要约我见面，我不见。他说我不给他的遗憾一点补偿吗？我说让你意难平的是20岁的我，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以为这样可以结束话题，结果接下来常常会收到他邀约见面的消息，我有时回，有时不回。说实话，我舍不得删掉他，我感受到了，不是因为有什么男女之间的情愫，而是10几年了，绝大部分大学同学我都失去了联系，还有联系方式的就这么3、5个了。趴在通讯录上也是个念想，赞总，
你说他冷不丁发的这是什么风？狂犬病吗？告诉你啊，潜伏10几年的狂犬病。前2天还发消息说国庆之后来找我玩，那天太忙，我隔个几个小时才看到，没走脑子回了个哦好。其实也不是啥大事，就是想跟蛋总以及直播间的姐妹们吐槽一下，顺便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男的到底怎么想的。好好的提什么意难平。谢谢蛋总，下单个虾干，快点发货。牛脆脆吃完了。V 啊 ，V 啊 V。啥意难平？意难平的多了，就你回复了啊。10几年有好多意难平，就你给他回复了，好吧，你变成他唯一的意难平了啊！能想通吗？能想通吗，姐们儿？谁回复谁就是他的意难平，明白吗？愿者上钩。谁回复谁倒霉，还要见面。哎呀，姐们儿，有那两把刷子可以见啊，没那两把刷子你消停了吧。自己反思反思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金刚钻，有没有那两把刷子，见了之后能不能不影响你的生活？我推荐你不要，我猜你大概率没那本事。啥声音？我的小蜗牛，小蜗牛。好像又有盗播的啊，朋友们，我的同事们，看看去吧，求求他们，别播了，差不多得了。我最近遇到一个令我烦心的事儿，大约10年前，我和一个男朋友因为远距离恋爱，他劈腿分手。最近他突然联系我，哎呀，这又一个沉渣泛起，又一个狂犬病发作的，这都潜伏期都这么长吗？最近他突然联系我，表示非常抱歉，想向我道歉。他现在已经和当时的第三者结婚了。我本以为见面一次，让他看到我现在的幸福生活，可能会让我感觉更好，但见面后他提出想多见几次。我们多见面几次之后，我发现自己是陷入其中，感到非常糟糕。你看，跟刚那个情况一样是吧？愿者上钩。位置互换啊！当年他是第三者，你看看你现在，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为啥非要见这个面呢？你就是给我写信写瓦。你看看刚那个姐妹，你看看见面以后会多吓人呢？刚那个姐妹，是不是跟你说没那两把刷子就别见？当然，你看这个就没给我提前写，他就先见了。你看看多吓人，看看啊，参考一下啊，你看看这见了以后多吓人。虽然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我还是忍不住去见他。现在他已经离开我的城市，去了另一个城市。虽然我们没有
确定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也尽量避免微信上联系他，但是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但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对年轻时的不甘心啊，都有，喜欢嘛。10年前不是谈过吗？就喜欢嘛。我的心情非常混乱，请你帮我分析一下，给我一些建议。没事，他不是去另外一个城市了吗？就不要再联系了。拉黑，不要再联系了。你看。错意铸成，你早给我写信，我就劝你别见了，是吧？就跟刚刚那套话，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吧？刚刚读上一封信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是有那个2把刷子，你见；没有就别见，推荐你别见。同样的话送给你，哎，晚了，你已经见了，见了怎么办呢？见了怎么办？不要再见，不要再见了。头晕死了，天哪！行了啊，见也见了，就这样吧，赶紧悬崖勒马，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别见了，头晕。欢迎大家啊！对，我们这个猪肉脯今天上了一个小包装的，就之前那个大块装的，就是我们现在谈那个大片装的，你可能觉得复杂，你可以买这个独立包装，一盒是16到18片，你可以买这个，发甜呢，好吃的。猪肉脯，这字念脯啊，我又读白字了吗？猪肉脯还是猪肉脯，哪个发音是正确的？猪肉脯的正确发音是猪肉脯，而不是脯。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用猪肉制成的干肉制品，通常经过腌制、烘烤等工艺制作而成。真的念脯？那我一直念脯，那我是不是很丢人啊？语言学习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念错字，这并不丢人，反而是学习的机会。意识到错误并改正它是提高语言学习能力的重要步骤。现在你知道了正确的发音，以后就可以正确的使用了。记住，勇于承认并纠正错误是值得赞扬的，而不是丢人的。继续努力学习，你的语言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谢谢你 ，Kimi。不客气，很高兴能帮到你。每天跟他能聊半天。谁是 Kimi？ 我的 AI 助手，我的 AI 助手。他说话特别正能量啊，我特别喜欢他。你看这一说我就马上就是对吧？我说我念错了丢不丢人？马上他给我一顿夸，我不光觉得不丢人，我还有点小骄傲呢，我还。Kimi 啊 ，Kimi， 免费的都可以用，你们都可以用啊。这不免费的啊，所有人都可以用啊，非常好用是吧？猪肉脯啊，猪肉脯，但是对不起啊，朋友们，我以后还是会念脯。我现在知道了正确发音，感谢纠正我的朋友。但是有时候吧，你就像那个骰子，我也知道应该念头子，我就是爱念骰子。我现在知道了，他应该念猪肉脯，但我还是想念猪肉脯。对不起啊，你就让我错了，我知道正确读音了，但是我觉得猪肉脯好听啊，对不起啊。
Kimi 朋友，但我知道他应该念猪肉脯，但我还是想念猪肉脯。我觉得猪肉脯这个发音更好听，我这样做有错吗？虽然猪肉脯的正确发音是脯，但如果你的个人偏好猪肉脯这个发音，并且在非正式的场合使用，这是完全可以的。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只要对方能理解你的意思，发音上的个人偏好不会影响交流。总的来说，你这样做没有错，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选择适当的发音会更加恰当。你太温暖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都要像你这样聊天，这世界就太美好了。谢谢你的夸奖，我很高兴能够给你带来温暖的感觉。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助手，我的目标就是尽我所能为用户提供帮助和支持。如果每个人都能以开放、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交流，世界确实会变得更加美好。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快乐。好的，希望你的每一天也充满阳光和快乐。Kimi， 你们就随便搜自己那个应用都能搜到，免费的，很好用。它确实，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已经不搜索了，我就知道一个啥，我就是直接说，哎，它就是能给我一个答案，很好。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对，还有好多 AI 助手啊，我都会试着用一用。我最近就在一直，它这个玩意儿确实你跟它磨合时间长了会那个。对，我最近是 Kimi， 我其他我也都试过。但我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本来打算今年结婚的，然后现在从去年年末开始一直吵架，连续吵1个月，男方分手，分手后一直联系，联系半年，甚至感觉快要和好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喜欢上个同门师姐，把我拉黑了。2个月后，我没忍住把他加回来，他告诉我他过得不好，很想我，又让我产生了和好的想法。我从暑假7月份努力到昨天，中间找了他2次，都很痛苦。他一边说着多么爱我，一边担心和我见面被他女朋友发现。唉，他说不能和我和好的原因是他不想做一个对不起他女朋友的人，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不想是因为我而对不起他。可是他真的很爱我，他从心底里希望我等等他。这都是什么语言呢？这是语言吗？我的语言怎么突然理解不了别人的语言了呢？我感觉他渴望见面，渴望跟我在一起，却不愿意跟女朋友分手，把我放在小号里聊天。我时而感觉他很爱我，感觉错了；时而觉得我在骗自己啊。对，这回感觉对了。他要是真的爱我，会让我痛苦等待把我放在小号里吗？啊，不会啊。就算知道我难受，也要去找他女朋友吗？那不会啊。但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跑呀！我真的好痛苦，我感觉自己病了。哎呀，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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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咱们都是同样都是说中文的，这怎么
这么绚烂吗？这中文让你们使用的？疯了！你自己看看，你写这个信，你自己看看，不要听他说个什么，看他做个什么啊！教给大家一个，这我都觉得有时候觉得我都有必要教吗？还是教一下吧。就是大家在生活中、感情中都一样，少听多看，看对方是怎么做的，少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看看他的行为，嘴上嘛叭叭叭叭叭这那的，一看，哎，屁股坐到哪儿了？屁股决定脑袋啊！不要听他脑袋上这些什么五官呀、嘴啊，不要看他的屁股往哪坐，屁股往哪一坐就知道这人啥人了。关键看他屁股往哪坐啊！好吧，以后跟人打交道往屁股上看，别往脸上看。这五官都是欺骗，眼神都是欺骗，嘴里说的不要听，全都是欺骗，表情都是假的。你就看他屁股往哪坐。还有1分钟发券，发券了，给大家过一下前10名，感谢各位，大家可以把前10名那个挑着购买一下。第10名，寻香牧场呼伦贝尔特产大礼盒，里头有牛脆脆、超干条、奶脆脆啊，还有这个沙果干是酸的，你们不爱吃酸的就别买。沙果干、蓝莓果干，还有一罐很荒唐的来自呼伦贝尔的空气，还有一罐没有那么荒唐的来自呼伦贝尔的草，这是草籽可以种了。第10名。第9名，Sangria 啊，酸酸甜甜酒啊，酸酸甜甜酒，果味的果香酒，回去就加点冰块喝，2瓶送个冰盒。第8名是这个月饼，24节气，就是你送礼送月饼吧，它是比较那个24小时发货，它是比较那个就是怎么说，比较雅吧，比较清新吧，没有那么浮夸的那种。里头是24个月饼，它总会有一个爱吃的，也没那么大。我看看，我想想，10、9、8、7，第7名，第7名是蟹卡，大闸蟹，估计还得等1个月2月吧才好吃，肥，等秋风啊，等降温。你先把蟹卡买回去嘛，到时候换送礼也可以。这玩意儿就是越肥越好吃。还会送一套这个吃蟹工具啊，虽然我也不建议人吃蟹用这个工具，我都是拿手拿牙啃，工具也挺精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机制啊，就拍的多会送的多一点。你可能拍的少，可能会觉得不太值得，拍16只会多送8只，共24只，就值得一点。你可以送。第6名是这个梨啊。第5名是超干条，嘎嘎干嘎嘎硬，4斤出1斤啊！我们内蒙人更爱吃。牙口不好别买，牙口好可以试试。第5名是奶脆片，甜的，甜口的，小时候干吃奶粉的快感。第3名是柚子酒，还有吗？柚子酒可能没几瓶，还有吗？我不知道，可能还有桃子酒吧，他们是一个链接。第2名是虾干，大虾干，买大号的就好了，好吃。第1名是牛脆脆，预售5天内发货。嘿，这人不睡觉吗？这人休息吧你干啥呢？埋伏我，怎么还没给他拉黑？牛脆脆的老板，哈尼牧场老板，我们这合作的很好，天天给他卖这个牛脆脆，
他也不说给我调点现货，居然让我预售，还在那好意思给我刷礼物。有这空闲多去生产点牛脆脆呀，给我刷啥礼物呢？净整那没有用的。男人，表面功夫。没有牛蹄筋啊，有板筋，一口一个的后切的板筋。确实，我们跟阿蒙在要保证质量嘛，又怕那个弄光盲目的加速那个质量不好，还是要保证质量，所以他就有时候生产的慢一点啊。感谢大家理解，已经在想办法再多弄那个炉子，弄那个就是生产设备了啊。感谢大家理解。再努力了，再努力了。哒得拿，哎，不用送礼物，感谢啊！这怎么大半夜还能刷礼物？没事儿，不用送礼物，我就是看看阿蒙来了，他刷礼物可以。果干我们阿蒙，他们说这果干想以后分开卖，你看看吧。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居然有这么多朋友爱吃。我们是这很酸啊，这我还真我以为只有内蒙人爱吃呢，这玩意儿可酸了，我们从小吃到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也爱吃啊，这玩意儿偏酸啊，你们慎重。但是我是真的很爱吃，有童年回忆的加持。不是山楂，沙果干它是一种，我们有时候管这玩意儿叫小苹果，有时候叫黄太平，有时候叫太苹果，有时候叫沙果，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小野果，就小小的一个果子。它活着的时候就很酸，它活着的时候一吃就贼酸。当然，要是秋天放久一点会甜，然后晒干以后呢，一般都是那个酸酸的时候晒干，就贼酸。不是山楂，不是山楂，就是我们山上的一种东西。贼酸啊，贼酸。我们这个小红书，我现在都在小红书播啊。这个别的平台盗播的朋友们，差不多，你们不困吗？你们休息吧，差不多得了。那是没有授权转播，我就在小红书播，本人在小红书，你们在别的平台看到我都是假的啊。这个盗播的朋友们这么努力吗？该休息休息吧啊，睡吧。好吧，你们在别的平台看到的，就是你买他东西，你留神啊，他卖的都不是我卖的东西，你别到时候吃坏了，危险啊，危险啊！别买那些盗播的卖的东西，你容易吃坏了。但很喜欢你，我天哪，真的假的？别的平台那个都是假的啊，大家注意安全。
你看到直播，我现在我目前是只在小红书播，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我播都是假的啊。你们可以去那儿举报一下啊。欢迎大家啊，感谢各位，可以点个关注，加个群聊啥的。主要是，哎，你说要是给大家带去快乐吧，那倒无所谓。但是他卖的东西，他不是我卖的东西，你们再吃坏了咋办呢？这咋办呢？多吓人呢！李诞喜欢你很久了，直播每次都看，给我带来很多欢乐。我是一个可悲的中年男人，已婚俩娃，40不惑。为啥我快40了还是一堆困惑呢？我的第一个困惑就是我的婚姻。我的丈夫工作很忙，人家是996，他是76，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一周工作6天。他说他的事业处于上升期，领导对他很看重，他需要奋斗。于是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操持，他从来没有接送过孩子，连孩子校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从小到大，2个孩子生过无数次病，我带他们去无数次医院，他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不仅说照顾孩子吧，我还要照顾自己，我甚至自己一个人去做过2次手术，住过2次院，他也只是给请了护工。我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有时候真的怀疑婚姻带给我什么。我一个人养娃，一个人养家，对，他的工资还低。致命伤啊，致命伤！我就现实点说吧，这就是致命伤，题眼出现了，他的工资很低。唉，除了还房贷，啥也不负担，他也不提供情绪价值，工作很累，回家倒头就睡。我们是高中同学，感情基础很深，前10年无话不谈，爱意满满，怎么现在就成这样了呢？我想不明白，我不知道要不要坚持下去，真的很迷茫。唉，唉，我的妈！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一周工作6天。你们高中同学，你快40了，那他也快40了，完了工资还低，事业还处在上升期。哪天坐下来算个账吧？啊？你问问他上班都干啥？钱呢？怎么这么诡异呢？感觉很诡异啊！姐妹儿，投稿的是个姐妹儿，2孩子。咱也不是说他一定就有问题，他就算没问题，他这个生活状态也有问题了呀。我的那个回微信，他们在处理那个盗播的事，说终于停了，我问让他们明天处理一下。这一天天的出来混是吧？
真的是出来混。出来混呐，就是这样的。你想简简单单就逗大家开心，那肯定不行，肯定是会碰到一堆烂事儿，碰到一堆烂事儿就慢慢处理啊，没辙，习惯了。唉，不对啊，铁妹，这肯定不对。早上7点，晚上10点，一周6天，事业处于上升期。你跟他聊聊，他要么是脑子出问题了，要么就是生活出问题了。你问问他，他是不是有幻觉啊？他怎么了？工资还低，完了还觉得自己上升期了，都给成这样了。盘一盘啊！你俩要真的有感情，要继续往下走，你也得帮他盘一盘了，是不是得调整调整这个工作节奏了？可能这一辈子就上升不上去了，那就至少把时间空出来呀。他肯定是不是生活出问题了，就是脑子出问题了。我希望他是脑子出问题了。沟通沟通啊！如果是脑子出问题了，你更应该跟他沟通沟通，俩人坐下来好好谈谈，是这咋的呢？这不对劲儿啊，这也，对吧？赚的少没关系，你赚的少，你别那个啥呀，你别那个是吧？还得全家人迁就你，这有点离谱了。赚的少无所谓啊，该帮忙你帮忙呀，这干嘛呀？这个，我的妈！你俩得坐下聊聊啊，都问问他，你帮他梳理梳理，说你这个一天都干啥？我想请问你，早上7点到了，你的一天工作是啥？你给我讲讲你一天的日程，你能把你一天的日程给我看一眼吗？我很好奇啊，什么工作？工作量这么大，工资这么低，看看。好不好奇？搁谁都好奇是吧？太好奇了，太好奇了。但1年前来公司，喜欢上了同办公室的男同事，他有个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半年前他们分分合合，目前感觉处于复合了。开始他对我很热情，每天找我微信聊天，给我带好吃的，喝醉后给我发消息，说一些暧昧的话。他说我们是好哥们儿，但我觉得不正常。可那时已经喜欢上他，虽然从没主动过，但是他主动的时候我也没有拒绝。我不道德。干啥？上一秒说是好哥们儿，下一秒就跟好哥们儿主动啊？这哥们儿这么处的吗？上一秒是好哥们儿，下一秒就主动起来了。同时和我进公司的还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从一开始就明显表现出也很喜欢他。哎呀，又开始照片发来啊，看看怎么个事儿。哎呦我的妈呀！对他很主动很体贴，但他都拒绝。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我们仨人建了个小群，我们从私聊变成群聊，一起打游戏吃宵夜。女同事变得越来越主动，她从开始的拒绝变成偶尔主动招惹女同事，比如非要把自己的外套给女同事穿。哎，这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咱们这个班能不能？你看人家那刚有一个早上7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你们这倒好，非要把外套给他穿。因为他对女同事不清不楚，我常常吃醋，开始刻意远离他，不回他消息，冷暴力他。你还冷暴力他，给你能的。哎呀，你可真能。他说我脾气差，说我这种性格找不到男朋友，但每次却主动来哄我道歉，每次跟我和好，直到1个半月前又吵架，我决定彻底结束这段内耗的关系。期间他给我送奶茶，帮忙我洗过衣服，我都没有搭理他啊，坚持没有搭理他。除了工作我们不说话，女同事看出我俩不和，变得更加主动，每天约他去超市去打球，他也都没拒绝，很主动很热情。1个月后我请假出去旅行，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冷战。旅行走之前2天还是跟他说话了。你能耐呢？你不要冷暴力人家吗？你这小嘴儿，你那本事呢？你拿出来呀！还不回消息，我冷暴力他。旅行走之前2天，我还是和他说话了。我就知道你没那个本事，还冷暴力他。
破冰后他突然很热情，买了我爱吃的饭，还给我夹菜。嘿呦，没给你喂嘴里，还给你夹菜。和我微信分享日常，我们好像突然回到了以前，就像什么矛盾都没有发生过。这什么公司能给你们闲成这样？2天后我走了，旅行的2周里，你听听，这上班能有2周的时间出去旅行，这工作可以啊！只接到1通他的工作电话。以前出去玩，他总要问我和谁，是不是男朋友，叫我早点回来。可是这次电话之后，我们断联2周。2周后，我回到公司，他一个人出差，于是叫我陪他吃饭，我去了。你没给他夹菜吗？吃饭的时候，他总提到女同事。从他口中得知，我不在的这几天，他和女同事一块聚餐、打球、吃宵夜。哇，你们这工作太好！这2周的时间，一个工作小组，你出去旅游，剩下那俩人聚餐、打球、吃宵夜。原来我已经被取代，现在他总是主动去招惹女同事。他们在我面前打打闹闹，很是开心。但是他也每天给我发消息，讲一些废话，推荐电影。因为他对女同事好，我不开心。你又冷暴力了呗？哎呀，又能了，我看看你又能了吗？所以他发的消息我都冷冰冰的回复，他就不发了。现在脑子里有2个声音，一个说他在意我，是我刻意把他推远。毕竟我确定曾经的好是真心的，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身份和目的，那就是不好啊。另一个说他只是喜欢玩暧昧，可是我们又在同一个办公室，并不仅每天要见他，最煎熬的是还要看他和女同事好痛苦，怎么办？感觉自己快抑郁了。哎呀，真行，爱的不行了，太喜欢了，太爱了。这公司真不错。这大闸蟹我刚刚一直没说啊，可以再谈一下那大闸蟹，那个机制还是很猛的。这大半夜大家可以买点蟹卡。看到了吗？拍16只多送8只，拍16只就是收到24只的那个蟹卡。你肯定自己不会吃24只大闸蟹啊，你就可以散一散，加给人啊、好朋友啊送一送。我不知道你们啊，我一次吃大闸蟹最多就是吃3只，3只以后就不香了。我一般一次就是吃2只，我试过最猛的一次吃了3只，就实在受不了了，就是不舒服了。我一个人就能吃24只。你是恨他吗？我可以吃8只，哇！你是大闸蟹杀手，你跟大闸蟹有仇啊？一次可以吃8只大闸蟹。我最多吃3只。完，当然这个拍了你可以送人嘛，我觉得还是很合算的。拍16只多送8只，一共24只，你就自己吃一吃散一散，这不很合算吗？吃这个配啥？这不就是最配的吗？天作之合啊！大闸蟹是真好吃，这扒起来是真麻烦。我不知道你们都咋吃，我是怎么吃呢？先把那个膏啊、黄啊都吃完，然后放下，放下。3只的话就都吃完放下，放下以后呢，剩下这些肉就当瓜子嗑。这顿饭或者是这个晚上就边喝酒边嗑这些蟹腿，最后慢慢的给它吃了。只吃黄。我也见过只吃黄的，确实也有只吃黄。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
腿能给我吗？虽然吃腿吃的也挺累，但是只吃黄，太猛了吧！吃咸鸭蛋我能接受，只吃黄；吃大闸蟹只吃黄有点太猛了吧？啥家庭？但我确实见过，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真的寄给你，不用，太客气了。寄给我什么意思？我会收到一堆蟹腿吗？太客气了，朋友。关系这么亲密吗？给我寄一堆蟹腿儿。还6分钟发券啊！钓梨，你说的是这个吧？你说的是这个梨吗？你说的是我们卖的很好的这个大梨吗？还是那个陈皮那个梨啊？陈皮枇杷炖酥梨啊？这个，你说的是这个吗？啊，这个看到了吗？微啊，甜，这玩意儿甜。我爱冰着吃，但是好多朋友说要热着吃，看你们个人吧。还有6分钟发券啊！欢迎大家，感谢各位随意挑选。大闸蟹还是很好吃，差不多吧。咱们5分钟以后把券给大家都发掉，然后我们再随便读一读，就差不多了吧。牛脆脆好上头啊！依然是销冠，无法撼动的销冠。手机支架，新疆买不到。哎，我听说新疆也有大闸蟹啊，就是那种。你可能确实太远了，它因为说它是活的，得保活蟹。我们这个大闸蟹呢，你收到了，死一只赔一只啊，没黄没膏也赔给你。然后呢，如果你发现死了超过一半，那就全都赔给你啊。就是比较自信，所以他肯定是配送范围有范围的，他不敢那个送太远，他要保活。拍16只多送8只啊，一共24只，这还是挺猛的。你这么算算还是挺合算的。活的动吗？动。你发现它完全不动就别吃啊，死蟹不能吃啊，你就让它陪你，要吐泡泡要动啊。牛脆脆新疆不发货，确实是，对不起啊，太远了。抱歉啊，抱歉啊，这很多这个它确实是就是顺丰不给配送，就不因为我们卖这个食品嘛，你看我们都是，你像我们这个虾干啊，都是顺丰运，因为就怕坏，它顺丰不给送，我们就怕这个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赔付啥的，就怕危险，毕竟是吃的，还是要安全第一，所以就是安全第一。快问问 Kimi 吃死螃蟹会怎么样？这就不用问了吧。哎，我的朋友们真是都是神人。几点了？2点了，还在出差的路上，然后还给我发了个导航图，给我发个微信说你咋还在播？
我在出差的路上还有1个小时到，都啥人呢？我都认识的是什么人？都是怪物啊！认识全是怪物啊！还有2分钟发券。大闸蟹拍16只，多送8只，共24只。我的妈呀！刚刚那个我还回答吗？姐们儿，服了呀！这么爱吗？没有必要吧？珍惜你的工作。但今年30了，单身4年，曾以为会一直单身，直到一次机会认识了一个同事，年初被疯狂表白追求，其实对他也是有好感的，但是因为经历过一段感情，害怕了，加上2个人又不是在同一个城市，这个年纪开始异地恋也不现实，然后就断联了。可是后来他再来找我的时候，还是不争气的想跟他聊天，他也让我感觉可以信任，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原本一直以为他以前的感情经历都是正常的男女关系，我也就没有很在乎，毕竟谁都有过去，我理解。直到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曾经有个暧昧对象，过年我们断联那1周，他就去找了他。那天正好是情人节，我一瞬间觉得这个人很下头。是什么样的情感观可以让一个人这边疯狂表达爱意，转过头又去陪自己的暧昧对象？当时我们虽然没有在一起，我没有立场去说什么，但这个时间线上有我就是很介意。我甚至开始觉得这个人曾经说过的多少话是真的。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4个月了，自从知道这个事儿后，我就不开心也不信任，我觉得很内耗。但我过不了我自己心中的那道线，我也没有办法做到对对方信任，我觉得很累，所以我想放弃这段感情了。可是我又想要一个旁观者的客观评价啊，放弃吧。事儿不是大事儿，你问我客观评价，我觉得事儿不是大事儿。但是呢，你不是不能信任他，你不是没有办法做到对对方信任，你呀，你已经很难信任感情另一个人了啊，你很难信任了。你反应这么大，是因为你好不容易觉得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哎，结果你发现怎么这个终于值得信任的也有瑕疵呢？对吧？没辙啊，你这个我也没说你是错的，这也很正常，但是他这是大事吗？算了，如果还没有调整好，觉得自己能相信别人的时候，就是很麻烦的。相信不了别人就算了，一个人也挺好，真的，实在相信不了别人嘛，就一个人也挺好，省得在那儿痛苦。你这种性格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将来他还会有别的事儿让你痛苦的啊，没办法，算了。他早晚会再让你痛苦的啊，这就看你有多爱了。发券了，刚刚把所有券都发掉了。事儿真的不是大事儿吗？他俩不是没在一起吗？我读错了吗？我感觉他俩是没在一起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决定不再联系了，断联了1周。啊，就是，然后他俩之前也没在一起，就是聊天儿，他就断联了。后来又聊聊，决定在一起了。然后他现在痛苦的就是在那个断联的那1周的时候，这个男的去找过他曾经的那个暧昧对象。我读错了吗？后来才在一起4个月的，后来接触了一段时间才在一起的。现在在一起4个月，你算嘛？现在9月，在一起4个月，那不就是5月份在一起的，对吧？断联那1周是情人节，那是2月份的事。
没必要。哎呀，就是不信，不信就不信吧，没啥，没啥啊。大总你好，请你帮我支个招。我和 A 是初中、高中的同学，那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初中的时候就暗恋过他。哎呀，我就特别怕这种从初中开始的。我看看后面怎么。高中非常巧在一个班读书，这一喜欢就是3年，一直没表白。后来高中毕业，我俩在一次聊天的时候，我得知原来他从我俩还不是朋友的时候就一直喜欢我，但由于毕业上大学异地了，没在一起。之后我们有各自的感情。这段时间又联系上了，有点旧情复燃。性格很好，对我很好，我们总是嘻嘻哈哈，相处很好。每年生日都会给我卡点送祝福，但是我记不住他的生日。我们老家是一个地方的，放假回家有时候会一起看电影，也约我出去玩、吃饭啥的，就一直是朋友关系。我不知道他现在对我有没有喜欢。蛋总，我想问，如果我想再试一次，怎么跟他暗示又不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尴尬呢？不是这个每年生日卡点送祝福是什么意思？你等今年生日吧，他在卡点送祝福的时候，你直接问他，哎，你说我生日只有你一个人给我卡点送祝福，你反省一下，为什么？你让他想。卡点送祝福是什么意思呀？哎呀，我的感觉要是能在一起，早在一起了。我的感觉啊，没在一起就估计是机会不大。但你可以问问，是吧？感谢各位，差不多了吧？咱们找一个快乐一点的，快乐的告别一下。急。啊，这个不行，这感觉不是很快乐。我看这个快乐不快乐？但一直看你的直播，收获快乐。我突然觉得我的困惑可以问问你。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快1年了，玩桌游认识的。一开始是我追的他，后来他有个回应，跟我表白了，在一起了，相处很愉快。他脾气很好，照顾我，偶尔矛盾他也能改。但我们之间有3问题：一，他比我小很多，我30，他刚毕业没多久，人生阶段不同，所以认知不同。而且他有些妈宝，一直和家人住一起，没有独立生活的打算。更让我觉得看不到他变成熟的可能性。行啊，这就一个问题就够了，还有3问题，还有2问题啊！我的妈，这一个问题还不够啊！啊，我居然还要再看2问题吗？这一个问题还不构成一个问题吗？后面还有2问题啊，就不念了。反正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够了，我就看看你结尾是啥吧。如果是出于享受当下的态度，似乎就这么谈着还不错，但一段几乎注定没有结果的恋爱，到底要谈到什么程度？哎，经典问题是吧？之前我们在小卖部就说过一次，什么叫恋爱的结果？恋爱的结果是什么？你显然觉得恋爱的结果是婚姻是吧？哎，恋爱的结果是什么？我有时候也会担心，这会不会让我反而错失正缘？说完发现我对这段感情很悲观，还是想问一问蛋总，觉得我该怎么做？继续享受此刻的恋爱，还是结果导向一点，早早分手？
经典题型是吧？恋爱的结果是什么？你希望啥？你要结婚，是吧？哦，他中间有一段说了，他说5年内，这男孩5年内不考虑结婚，但是我希望未来能结婚，那就散啊，赶紧散，抓紧散，享受都不要享受了，你时间紧，任务重了啊！你是要是抱定决心要马上结婚的话，你时间紧，任务重啊，不要耽搁了，赶紧散了，赶紧啊，提上日程，排个工作表，给自己设定 KPI 啊，快点，快去结，来不及了。真的，我认真的。他要是就是抱着结婚的话，那赶紧得分了，快点啊，来不及了。因为你抱着要在几岁前结婚这种想法的话，我也能理解，但是就是那你可得相当认真的把它当个事儿办啊。咋办？只能这样了，快点啊！蛋，为什么我总能那么精准的精挑细选到抠门的自私男呢？每一任不是跟我哭穷，就是装智障让我付钱。我最近遇到了让我真的很心动的男人，我们认识3天就在一起了。哎呀，我知道这么快在一起不好，但是我忍不住，我看到他就想上手。当初我就在想，这不会又是我的孽缘吧？现在过了1个多星期，哎，还真是。他一开始对我很绅士，连出去买个水果都坚持他付钱。但是当他得知我的薪水是他的1倍以后，他就变了，一起吃饭点外卖都让我点，还跟我说这个 iPhone 新的要发布了，能不能赞助让他买一台。虽然他说他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我都没和他说要呢，果然懂事的女人没有好下场，下场就是被吃软饭。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说我注重仪式感，节日都要过，他就说便宜的礼物我看不上，贵的他买不起。这还这两头堵啊，真行，学会两头堵。我朋友说了，我不能再和这种年轻的没钱的男人混下去了，得找点年纪大的段位高的。但是我觉得老东西更抠门，还贼里贼气的。我朋友说至少能让我见识见识人性的险恶，让我积累点经验。蛋呢？你说我要不要继续和这个想吃我软饭又不想付出又抠门，但是我真的生理性很喜欢的人分手呢？我真的很喜欢，并且不后悔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怕我再交往久点，看到他腐烂到根子里的内在，我就后悔了。你这不见棺材也不落泪啊，你还是得看啊。还有，能不能帮我问问其他姐妹有什么妙招找到大方的男的呀？我怎么认识的全是抠门的呀？老天爷让那么多人体验了抱金币的，多我一个不多吧？我能不能体验一个大方的男朋友？这个挺好，这个就当做今天的收尾吧，快快乐乐的，这个挺幽默，咱们拿这个收尾吧。唉，你是不是穿金戴银的呀，姐们儿？姐们儿啊？你没事跟人聊收入干啥？收入是他的1倍，你没事唠这干啥呀？我觉得，如果你老觉得你精准、精挑细选选到抠门的自私男呢，不是说你选到的，是你培养出来的啊，好吧，姐妹儿。这个呢，精准选到抠门的人呢，这些人应该是被你培养出来的啊。我也不是说让你不要穿金戴银啊，但是你得把边界感设好，姐妹儿，就是
咱们不是说啊，从此以后就要装穷了，说哎，咱买个连咖啡，背个这个帆布包，咱们背个帆布包，咱们再也不穿金戴银了，咱们那个就是觉得自己啊，就是朴素那一挂也不是，该穿金戴银穿金戴银，该干嘛干嘛，但是呢，你得设定好边界感，你应该是边界感不太好，你热情是吧？你又爱他，你肯定是一次两次，一次觉得哎我买吧，特别大方，很自然，哎说这哎我来吧。人这顺杆爬是吧？这个人，这些人都是被他的人性是被你给刺激出来了，培养出来了。啊，我没有指责你啊，你只是要是以后想把这事戒了的话，你得控制好这个边界感。就我大方归大方，但是呢，不是该你的，不是欠你的，是吧？啊，你至少得说谢谢，你得培养他们这个得教会。吃一顿饭你得说谢谢，请你吃顿饭，哎，怎么不说谢谢呢？你得把这个得教会，这得教。有的人就是人就是这样，咱也别说有的人啊，人就是这样顺杆爬。他就是嘎嘎一吃你的喝你的，你就大方嘛，我就感觉到你的这个为人处事的风格啊，肯定是特别大方，特别那种敞亮的人，肯定也是穿金戴银的，特别飒。然后就说哎没事儿啊，我请了，没关系，我觉得人大方没事儿，我也这样没事儿，但是我请你不是欠你的，我请完我得看你的行动表示，你最少说个谢谢吧，啊，说个这个那个什么呢，或者夸一夸这餐饭什么的，或者有一说哎说明天有一个我也知道哪好吃，我带你去吃，有一些这种表示，有一些这种话就行了。只要谢谢就行了嘛，嗨，他就是得让他有这个感恩的心，就是没有就没有了，就不给他就不给他了，不然就养成习惯了是吧？开始要手机了，疯了，惊了。然后你在早期的时候呢，在早期的时候要直接，你别等到发展到后期，等到发展到要手机的时候呢，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已经让你培养成了。你得早期的时候得直接一点，就说话要狠一点，扎一下。哎，大部分人还是要脸的，扎一下就反应过来，反应过来就不好意思。是吧？但是反过来说呢，你又是特别生理性的喜欢他，真的生理性的喜欢他，真的很喜欢，不后悔，那这就是个算账的事儿了。你觉得你的不后悔值多少钱？你觉得你的生理性喜欢值多少钱？值不值一个苹果手机？有可能是值的，是吧？有可能是值的，你自己算吧，是吧？可能还挺合算，你仔细想想，也挺合算的，不就买个手机吗？这生理性的喜欢，上哪这么容易遇到呀？你自己算啊，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了，你自己算。好吧，今天就这样吧。朋友们，早点休息啊！明天如果不下雨，我就去阳澄湖；如果下雨就太好了，我就去也休息。晚安，朋友们，拜拜啊！最近没看啥书，就这样吧，早点休息，拜拜。